你别去府衙直接找他，他在南山巷啊还有个小家，中午的时候准会去那处。你去那处找他，只是啊有一点咱们得提前说好，这办事儿肯定是得花银子的。如今又是这么个境况，若是他要的银子多，你们也别闹，大不了不办就是了，可千万别闹啊！我是见你如此于心不忍，你们若是把他捅出来了，害的可是我们呢。春晓对此感激不尽。黄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不是那么没有分寸的人，忘恩负义的事情我不会干的。您今日此举无异于救命，大恩大德我记下了。黄明鹤很快就给他写好了信件，春晓觉得自己拿信的手都有些抖。他再次拜谢，然后一路奔出了府衙。府衙门口如今聚满了人，一看到严大河他就激动了，拉着他走到一旁无人的角落，却不敢表露欣喜。二哥，我找到门路了。严大河大喜。春晓，你说真的？二哥，你样子别太高兴。春晓有些紧张地看了看四周，这会儿别人都面色悲苦，就他一副笑脸，这也太怪异了。二哥，咱不待这处了，我们去茶馆坐坐，办事儿要到中午。两人赶着牛车找到了处小茶馆，就在外头的茶摊子上喝茶。茶摊子今日格外的冷清，街面上也只有寥寥几人，在一起的也都是在讨论征丁的事。虽然没人，大河也不敢多问，看春晓的样子，这个事情大概不好外道。两人便安静地坐在一起喝茶，一旁的牛不时发出哞哞的叫声。茶摊老板是个老头，虽然觉得他们怪异，但是今日本就怪异，所以也没有管他们。到了中午，春晓怕坐着牛车太显眼，便让严大河继续在这里等，他则自己去了南山巷。按着黄明鹤告诉的地址，很快找到了那个人家。他便坐在屋子对面拐角的墙根处。果然50过半的时候，来了3个40岁的中年人。春晓见他要进门，忙跑了过去，把敲门的人吓了一跳。您是不是请主簿大人？那人警惕地看了他一眼。你哪位啊？门很快开了，一个穿着娇艳的年轻女子站在门里，正准备开口迎人，却忽地看到门口有2个人，随即有些愣怔地看了看中年人。爷，这是……啊，大人，明女是聚贤酒楼的黄老板介绍过来的，我这里还有他的书信。他将信从兜里掏出来，双手递了过去。那人一听是黄明鹤介绍过来的，接过了信件。哦，进去吧。春晓跟他进了屋，门很快就被女子关上了。那女子见两人像是有事要谈，自动回避了。院子里就剩下坐在石桌旁的中年男人跟站在边上的春晓。这个黄明鹤倒是会给我找麻烦。他放下信，看着春晓。你要如何呀？大人，我想请您帮忙更改户籍做分户。春晓壮着胆子说道，他这也算是贿赂官员了，若是这个什么主簿的翻脸无情，他是要被下狱的。你既然找到我这里来了，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。户籍呢确实是可以改，但是要打点的人不少啊。如今上头刚发的公告，查得严，我们呢这也是冒着莫大的风险行事呢。200两银子改一户，若是要改，赶紧将户籍书拿过来，时间长了生变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春晓一听，跪下磕了个头。多谢大人，大人等我，我这就回去拿户籍，银钱也一并准备上。等会儿我要上工，你来的时候把东西交给柳娘就行了，切记不可到衙门找我啊。知道知道。春晓匆忙道别，出来的时候心中大喜，
有谱啊有谱。他一路狂奔，爬到茶摊子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。严大河等得一脸焦急，给他递了杯茶。哎，如何呀？春晓顺了口气，又喝了一杯茶。二哥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去把大哥家的户籍拿过来，再凑200两银子过来。银子的事情咱们回去再算，快去！记得不要跟其他人说，等我们办完了回去再讨论。这事说成了，大河大喜。你等着，你等我，我快去快回啊！说完上了牛车，赶着牛车跑走了。于是又换成了春晓在此处等。茶摊老板也不多问，也不赶人，反正今日也没什么人，要坐便坐着呗。差不多坐了快1个时辰，大河便赶着牛车回来了，果然是很快。下了牛车便给了他一个布包袱。银子2家凑的，要不我送你过去吧，这包袱还有些重。春晓想了想，便坐上了牛车，在快到巷子口的时候下了车，让他就在巷子口等，他自己背着包袱就去了主簿家。敲门进去，发现那个主簿居然还在，他一喜，将东西放在了石桌上。大人，这是我大哥家的户籍，还请您帮忙把严炳发跟周麦娘跟严大山做分户。秦主簿拿起户籍书看了看，又点了点包袱里的银子，点了点头。你若是能等，有时出来拿消息，若是收到新的户籍，那就是成了。若是不能，就等明日来拿。若是明日还没有消息，那这没办成的银子也是不退的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就算是不能等，也得等啊。我晓得，我有时来，要麻烦这宅子夫人帮我应门了，还有辛苦秦大人了。那年轻女子一听到夫人2字，瞬间眉开眼笑。不麻烦，你来就是。春晓东西交了，又带着严大河去了茶摊。二哥，你要不要回去？我等就好了。我陪你一起等。如今回去啊，他们问我也是一问3不知。我看到他们的样子也难受。今日还有好些村里人上家里借钱呢，都被爹和大哥打发了，说不定背后怎么说我们呢？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。咱们家如今就是村子里的有钱人，免一个人要交20两，20两啊，对于农户来说就是全部身家，没有就是要上战场送死。若是我，舔着脸也是要借的。他其实挺同情村里的人，只是自己的事情都没有解决，再同情也只限于同情而已。银子虽然送出去了，但是事情还没有定下来，他们心里始终还是觉得有些压抑。春晓2人喝着茶，突然就见一队着甲的兵丁走过来又走远，人数有好几百，把2人吓了一跳。镇上驻兵了？这么快？昨日就来了一批了。茶摊老头在远边叹了口气，估计是怕征丁，有人闹事儿吧，都是县城那头过来的。老朽我无儿无女，倒是省了这场灾了。春晓看了看茶摊老板，又叫了一壶茶。去年同州那边就开始了，原本以为没事，没想到还是轮到了咱们。也不算是丧天良，起码一户啊还能赎一个人。大河如今已不似之前那样焦急。他们要是要了人又要了钱，我看呐，你是舍人还是舍财了？20两够一家人没日没夜干几年了。老头言语有些讥讽，与丧天良也离不远喽。老板，如今正是风口上，这话少说。春晓好意提醒，那老头忙笑了笑。看我老头子胡说八道。来，今日啊就2位常客，我给你们泡壶不一样的茶尝尝。下午等了一会儿，春晓原本稍平复的心又开始焦急起来，
想着若是事情没办成怎么好，银子没了就没了，这人没有保住，怕是他娘他大嫂受不了这个打击。他越想越坐不住，后来索性在街面上来回走动。大河被他的举动也弄得有些焦躁不安起来。一下午，他们便是在这样紧张又焦灼的情绪中度过，家里人如何更是可想而知。时间终于是走到了酉时，这个时候正是大家吃饭的时候。春晓急急忙忙地去了南山巷，敲了门。开门的还是那个年轻姑娘，看到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了笑，让他在院子里等一会儿。没多久就将他那个包袱拿出来递给了他，一句话也没有多说。春晓赶紧打开包袱，里面就放着2本户籍书，一本是他爹跟他娘的，一本是他大哥一家子的。分户的日期还是1年前，这事儿成了，他简直喜极而泣。大人只让我叮嘱一句，不可以让外人知道，若是有人问起，就咬死是去年分的户。春晓连连点头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夫人。去吧。何为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他现在就是。如今拿到新户籍，就是尘埃落定，他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。走，咱赶紧回去，回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。走走，路上你当心些，明日咱们到乡府把3户的银子交了，这事情也就算是了了。到村子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两人一路奔回大山家，结果进门就看到田家人、张家人，还有严二妮。爹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，等会儿你跟大哥去我那里一趟，有些地里的事情要聊呢。你这缺心眼的孩子，你爹他们都要去送死了，你只知道顾着地里，你有没有一点良心啊？这家里急得半死，你倒好，拉着你二哥乱跑。要我说，二和也是个没心肝的，自己没事了就不管你大哥跟你爹的死活。二和被气得一口血堵在心里。谁说我爹要被他们争丁啊？他跟我大哥去年就分户了，这回交银子就是了，几10两银子凑凑总是够的。严二妮有些懵，她看向严炳发，大哥，你不是跟老大一户吗？去年你们又分了？严炳发也是才知道自己分了，心中欣喜，但又不好表露。一旁的周氏却忍不住了，他扬了扬唇，怎么，你还盼着你大哥上战场还是怎么的？田氏一脸欣喜地看着春晓跟严大和，这样说的话，事情肯定是成了。他想问又不好问。你先回去吧，吃了饭你爹他们去找你。周氏将他打发走，自己应付这一家子人。春晓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幸福跟美满都在堂屋等他。见他回了，忙给他添饭倒水。他把包袱扔在桌上，刚刚那么多人就没有交出去，等会儿他爹来了给他爹是一样的。结果他点着灯，饭才吃到一半，严炳发跟大山就来了，后头还跟着田氏跟周氏。你们怎么都过来了？家里不是来了那么多人，你们过来，他们没说。几人都自觉地围着桌子坐了下来。春晓让幸福美满收了碗。没事，都是过来借钱的，今日又没有下文，这会儿天也黑了，让你二哥还有舒文、舒凤他们招呼着休息去了。春晓，你那处是个什么情况？大河中午回来只说找到路子了，让凑钱，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说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？你刚刚说什么去年就分户了是个什么意思？你赶紧跟我们说说，我们这心里也没谱啊。春晓忙把包袱打开，将2份户籍交给了他爹。爹，大哥，记住了，日后有村里人问，就说去年就去镇上分户了，明白吗？严炳发拿着2本户籍看了看，虽然不认识上面的字，但是也明白了春晓的意思。他面露惊喜。你们今日一天
就是跑这个去了。大山跟田氏也凑过去看。咱真的分户了。田氏拿着户籍书，眼泪又出来了。大山，你不用去当兵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春晓，你爹他真的不用去战场了吗？周氏激动落泪，今日一日他的心都没有像这般轻松过。或许是绷得太久，这一放松他便有些瘫软。幸好一旁的田氏眼疾手快，才没有摔下肠道。娘，咱家没事，明日我把咱们3户的60两银子交了就成。今日拿了100两出来，我那里只有20两银子了。家里2个人要40两，这钱不够。我这里有，明日我拿60两去交。府衙我不好去，看上大哥跑一趟还是二哥跑一趟了。田氏揪了揪手，有些为难地看着严炳发跟周氏。爹娘，今日的事情你们也看见了，也是实在没办法。我那边大哥跟二哥家里总共3个人，可免2口人。这改户的事情就不说了，200两银子也不是说有就有的。我爹娘今日来是想让我借他们20两银子，若是钱小没电了，我想把手里的20两先借给他们，成不成？说完他又看向严大山。今日都是来借钱的，我跟你们娘手上实则还有100来两，原本是怕春晓那头办事缺钱，今日便没有提。既然这个事情办好了，明日的60两也不用春晓出了，她一个闺女家哪有她出钱的道理啊？60两我们拿，你的20两借给你爹娘，余下的40两就借个你二嫂爹娘还有你姑姑。哎，这样啊，也算是我们尽了仁义了。那如何说呢？先跟他们说没钱了。大山想起下午大家一户接一户上门的情景，他们手里当时就只有20两，又担心自己的事情，说了些什么，这会儿都想不起来了。就说是从你妹妹这处借的。大家点了点头，统一了口径。等回去后啊，就赶紧给大和他们送去。你二嫂爹娘可不是讲道理的，若是闹，晚上怕是不得安宁啊。今日这样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咱先回去吧，等明日白天再过来好好捋捋。大嫂，今日肉卤了吗？春晓问，别刚得了别人的帮助，就把别人的生意给停了。你二嫂那边卤了，明日有货送。今日这事儿，多亏酒楼黄老板，等风口过去了，我要好好登门拜谢的。原来是黄老板帮的忙啊。严炳发感慨。那到时候我与你一起去，这可是救命的恩了。这日大家都睡了一个好觉，除了张氏。一大早家里人全部过来了，看样子人是已经全部送走了。张氏抱着孩子，顶着2只乌青的眼，看着就有些吓人。二嫂，你难不成是一夜没睡？爹昨日没给你拿银子过去？张氏连忙摆了摆手，美满从他手里接过孩子，替他抱在院子里转悠。我原本手上还要10几两银子，昨日回去听你二哥说家里的事情办妥了，就跟你二哥商量着把那10几两走的时候借给他们。后来大哥给我们送了银子，我就拿给我爹娘了。我娘昨日拉着我哭了一宿，说我2个弟弟如今已经闹翻了，谁也不想入征，她也不知道该让哪一个去，就这样闹了一宿。说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我能怎么办？我唯一能帮的也就是拿20两银子给他们了。我大哥家也是一样的，昨日我娘说了，去也是大哥去，孩子才刚15，啥也不懂，去了就是送死。大哥去或许还能有见面的时候，家里大嫂已经倒下了，真是造孽。春晓没有见到家里的男人，大山跟大河去镇上了，怎么没有见到他爹的人？
爹呢？下地吗？哪儿能啊！如今事情这样，谁还有心思下地？刚来的时候又有村里人找上门了，都是借钱的。咱虽没钱借，但是也得好好的与人说，不能落了埋怨。周氏叹气：你方婶子家这回可惨了，你扶评叔还有你石头跟木头哥3个人就要走2个，如今家里也是乱套了，帮又帮不上忙。我想去看看，帮不上忙去了也是徒劳。望祖哥跟望福哥也是要走1个，东升跟他爹也要走1个。我听说东升他娘又病了。大家都在叹气，村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几乎家家都有，他们有心帮也帮不上。娘，昨日拿的200两，咱们3家平摊，晚一点我把银子补给大嫂跟二嫂。田氏摇了摇头：早上你大哥二哥已经说了，说是这钱啊以后都不要提了，就我们2家出，原本就该2个儿子出的。你大哥原话是你办了事就不该出银子，说是不提了。大哥的谨慎是正确的，既然是不提，那就不提好了，就当是没有这笔银子，没有这个事儿也好。我们2家如今也空了，就当是重新开始好了。只是这地该怎么办啊？家里的长工怕是剩不下几个了，请人又是个麻烦事。这确实是个麻烦事。春晓皱了皱眉：等哥哥他们回来，咱们再商议商议吧。如今到处都是乱糟糟的，明日就是最后期限，不过了这一遭，谁都没有心思。严炳发没多会儿就过来了，过来就只是摇头。中午的时候，严木生带着望祖过来了，看到一家人都在，人显得很是不好意思。木生兄弟，你是来找春晓的？周氏招呼他进屋。若是找他们，肯定就去村里了。严木生点了点头：我也是舔着脸过来的，想问问大侄女能不能借我10两银子。前些时日我们挣了些钱都买地了，家里怎么凑都只有10两。本来这话我不该跟大侄女开口的，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如今这家家都缺银子。木生叔，您别说了，我这就拿给您。多谢你，春晓。如今村里都乱了套了，我们才买了庄子，想帮都是爱莫能助啊。严炳发看着父子俩：商量好了没有？谁去啊？严木生叹气：都怪我，若是像你们一样分了家，就没有这样抽人的事儿了。他娘如今说起这个事儿就哭啊。望福说让他大哥留在家里，他去，小儿媳妇闹得厉害。你们呢？开始大山去吧。严炳发咳了咳：有个事儿村里人或许不知道，我跟老大家去年就分出来了，我们交银子就成了。严木生一愣，随即苦笑：可见老天是帮着你们家的，这样的事情都能算得到。春晓拿了银子出来，递给严木生：木生叔，12两，2两呢是望祖哥跟望福哥的工钱，这银子您也别急着还，宽裕了再说。严木生拿着银子叹了口气走了。春晓也无奈：爹，您陪我去东升家走一趟吧，他如果不在，庄子里的事情我还得问问。这是春晓第一次到东升家，院子破破烂烂，房间也很是简陋。石柱见他们来，忙在堂屋找了个凳子让他们坐。找东升吗？他在他娘屋里，我去叫。别叫了叔，听说婶子病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徐石柱叹气，春晓如今听得最多的就是人叹气。几人刚走到房门口，就听到里头有妇人嘤嘤的哭声。他娘，炳发兄弟跟春晓来了。徐石柱在门口叫唤了一声，才打开门进去。东升就趴在他娘的床沿边，见他们进来，忙站起了身。炳发叔，
春小姐。表情不见喜怒，他娘则整个眼眶红肿，这会儿见到人忙偏了偏头。我这个样子实在是没法见人，让二位见笑了。婶子，可是范畴银钱。若是钱那就还好说，20两银钱我们有，只是一想到东升要去战场厮杀，我这心就抽抽的痛。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娘，都说让您别哭了，您再哭下去，眼睛都该睁不开了。这上战场又不是一定要一个死，活着回来的也不少，您该多想想您儿子的好。听说仗打完了，还有不少补偿银子呢。我要那补偿银子做什么？我要你们好好的活着，你连个后人都没有。我就说你爹，让他赶紧给你说门亲，就是左挑右挑，如今好了，想找个都来不及了。东升娘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，徐世柱赶紧上前给他拍背。是我不是，都是我不是，你不要激动啊，娘。春晓示意东升跟着一起出了门。是已经决定好了你去？自然是我去，我做儿子的没道理让老子去。春小姐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走了以后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我爹娘？我知道这个要求很无理，就捎带看顾一下，他们有事的时候能帮一把，我感激不尽。春晓抬头看着他，这么大的少年，如今在他面前眼眶红红的。我应下就是了，你也不要太悲观。像你刚才跟你娘说的，若是打了胜仗，很快就能回来，就当换个地方做工，心态放好些，多注意保护好自己。多谢您，春小姐。庄子里的事情暂时不用担心，一在那些细节，我带了他们2天，他们都知道了。卖黄豆的150两在王世文手里，他是个老实人，会保管好的。不过你还是去尽快拿回来，自己存着好的。东升一边想一边说，基本把他平日做的都交代了。春晓拿了10两银子给他，这是你的工钱，多的部分你放在身上。我知道你家里的银子你肯定不会带，但姐给你的不多，你带着日后行个方便。我等着你回来，继续给我做管事。东升默默地接了钱。春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，大山跟大河已经回来了，直说衙门人多，排队排了好久才轮到他们交钱。我今日才知道咱们镇子有钱人这么多，那队伍都快排了整条街了，20两都跟几文钱一样的给，生怕别人不收。今日那黄老板还问我们情况如何了，我回他妥了。什么有钱呐，都是打落牙齿或血吞。不交怎么办？真打算绝户吗？我看着村里来家里借钱的人兴冲冲的来，垂头丧气的走。哎呀，我这心呐，实在是难受啊。严炳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的无力。爹，这个事情我们若是完全不帮，怕是到时候人家要说我们为富不仁了。春晓看了看家里人，他们不会觉得我们说的没钱是真的，他们只会认为我们有钱不想拿出来。那咱们只怕是要跟村子结仇了，日后做事就不方便了。这样，我手上还有一些银钱，如果再有人跟您借钱，您让他们来找我，就说我能拿的我都会拿出来帮忙，但是每家最多只能借10两。咱们家交了60两，又买了庄子，没有多余的钱了。你这是犯什么傻？村子人那么多，你这话一出，怕是都得来找你，没有200-300两，根本就办不成。周氏觉得他就是打肿脸充胖子。娘，您相信我，借出去的钱以后都会挣回来的，咱们现在要有口碑。严炳发虽然不懂他的做法图什么，但是对于他肯向村里人伸出援手，却是十分赞同的。你娘说的是啊，这话出了，没个200-300两怕是不成啊。
你真有这些钱呐？放心吧，爹，庄子里收了黄豆，我卖了大部分，明日早上我去拿，你只管说就是了，让他们中午来找我，应该来得及。那我明日陪你一起去。大山不放心。我今日让幸福去庄子运送棉花苗了，差不多也快回了。你们要帮忙，尽快把地里的苗都种上，我明日自己去就行。话刚说完，就听见牛车从远到近的声音，果然是幸福回了。下午一家人开始帮着春晓在地里种棉花苗，严琦在家里看家。自从出了征丁的事情后，私塾就停课了。结果几人种到一半，严琦跑过来了。奶奶，舅伯奶奶跟舅伯来了，您快回去吧。如今来怕是来借银子的，春晓，你先挪我20两银子。外甥找上门，怎么都不能不管。好在外孙如今大的14岁，没到15，真是万幸。春晓回屋拿了20两银子给周氏，周氏带着严琦急急忙忙地走了。过了1个时辰左右，周氏就回来了。是借银子吗？还用说吗？10多年没来的人，今日来说被吓了一跳，说不知道我如今过成这样了，怕是心里懊悔没来往呢。银子给了？给了，拿了钱就急急忙忙的走了，连句多谢都没说。算了，我哥哥的独苗不看顾着，怕是日后到了地下该怪我了。对了，刚刚之前借银子的人又来了，怕是周围借不到钱又找上门了，我便把春晓的话说了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差点没给我跪下，我脸都臊了。村里如今也可怜，能帮就帮吧。姑姑，庄子里的那些人是不是要被送走啊？春晓一时没有理解。为何？不是征丁吗？庄子里都是符合要求的男人，15到50岁之间。原来问的是这个。春晓笑了笑。他们不用，对于上头来说，他们如今不算个人了，算是姑姑的财物。姑姑是女户，所以不用征丁。那天元地方也不用了？严大山跟严大河露出了意外的惊喜。怎么，你们都以为他们要被征走吗？春晓意外地看着他们。众人都点了点头，舒文点的尤其大力。自然是不用，当初给他们挂档的时候，你们没有仔细看吗？上面都写着呢。小妹，你又忘了，我们不识字，自然是没有看到。若是这样就太好了，我还想着我们这钱白花了呢。若是这样，真是太好了，起码庄子还是有人干活，还是能转动起来的。他们在地里认真的种苗，结果门口不停的有人过来。刚开始都是不好意思开口，后来都是来借钱的，这事儿怕是传开了。春晓既然想好了帮他们一把，自然是没有给他们脸色看，只说如今手上也没有钱，要等到明日中午他从镇上回来，让大家明日中午再过来。大家得了他的话，自然是不再纠缠，纷纷感激的走了。其中最为扭捏的就是崔氏，也就是二牛他娘，站在门口半天都不说话，脸都憋红了。春晓实在是忍不了了。崔嫂子，你也是来借钱的？崔氏一听猛点头。春晓啊，以前的事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这个人说话做事不过脑子，实则没什么坏心思，你不要跟我计较，我家那口子也等着钱救命呢。说着就要哭的样子。崔嫂子，你明日中午来吧，我这会儿手头没有，明日中午给你，说好的最多10两，我也不是财神爷托生的，我只能尽我最大的能力而已。10两就行，家里还有一些存银。我知道，我明白，今日来你家借钱的人啊，我都看到了。春晓，你是个好人，以前呢是我混蛋，以后我改，再也不乱说了。这会儿是真的落泪了，不知道是得了应允感动的，还是为以前的事情愧疚的。
春晓让他回去了，下午就这样在地里一直被来的人打断的过了。第二日一早，春晓取了一张银票，带上卤肉上了路。到村子的时候还不到正午，如今他手上的碎银有350多两，应该能应付不少人了。他刚到家就有人上门了，村子里的人大概在盯着他在，前脚进村子，后脚就有人知道了。慢慢的人越来越多，严家的人都在地里种棉花，春晓便让舒文帮忙去把李正叫了过来。有些人不明白这借个钱为啥要惊动李正，春晓便与他们解释，他们不认识字，若是等会儿打欠条数目不对，他们也不知道，还是李正在场，对大家都好。大家听了纷纷点头，确实是这个理。大家在院子里等得焦急，而且人越来越多。李正总算是来了，知道春晓要借银子给村里人，让他过来做公证，很是欣慰。春晓，你是个仁义的，大家都会记在心里边的。春晓叹了口气，李正，我知道大家都有难，我自然是愿意帮忙的，但是我能力有限。今日我去镇上酒楼，请酒楼老板把生意的赚头给提前支出来了，就希望多帮些人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自己能凑的也不要多借，机会也留些给别人，不然到时候别人凑不够，这可就是关乎性命的事情了。当然，若是最后真的不够，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怪我，我尽力了。你们家仁义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是啊，我知道丙发那人，之前我去借钱一直没有，他怕是真没钱了。如今你肯搭把手，大家心里都是有杆秤的。周氏跟严炳发正凑在院子门口看里面的情况。你是不是又背着我借钱给谁了？人家可不会无缘无故的这样说。哪有的事儿啊，算了，这乌压压的都是人，没啥好看的。李正再用不上咱们还是赶紧把苗全部种了，这苗放久了都蔫巴了。说完就跑回了地里。周氏觉得他这是典型的做贼心虚。李正坐在春晓的旁边，妆前的背篓就放在二人中间，笔墨纸早就备好了。上来一个人报了借款数，李正就写个借条让对方按手印，春晓则负责拿银子。借钱的数目5、6、7、8、9、10两都有，不过借10两的人最多，崔氏也借了10两。没多会儿，李正手就写酸了，于是又换成春晓写，他递银子。有些村里人春晓不熟，李正便给他报名字。最后接近360两银子全部借出去了，却还有几个人没有轮到。那几人都要急哭了，怨自己老实来得晚，怨自己倒霉。春晓也很是于心不忍。最后还是李正站了出来，说春晓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，他不能一点作为都没有，让那几个人跟着他回家拿银子。借钱的事情就以这样的方式告一段落。方氏今日没有来，周氏昨日找张氏拿了10两银子，再凑上自己的10两余银，已经给方氏送过去了。方氏看到周氏就抱着他哭，周氏跟方氏一起这么多年，也是第一次见他哭，两人便一起哭了一场。事情都是周氏回来讲的，春晓虽然没有看到那个场景，但也明白一个母亲遇到这种事情的心酸。他真想把那个闹兵变的藩王拉出来斩首泄愤。家里的闲杂人等终于都走了，周氏看着拿着一堆欠条的春晓，忍不住笑了。如今好了，钱散出去了，咱家比以前都穷了，以前还能拿出2两银，如今是2两银都拿不出了，只能拿出这一堆的纸。娘，眼光放长远一些，面包会有的，房子也会有的。啥？你说的是啥呀？我说，咱可以安安心心的种地了，就等着以后地里的收成翻身呢。第2日，天下起了雨，就像村里人的心情。
这人手到底怎么办呢？咱在村子里再招。咱们村子如今少了这么多人，4家种地怕是人手都不够了，这人怕是不好招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去别的村子招，别的村子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如今男丁啊走了大半，哪里都缺。为什么一定要招男人？春晓问。兄弟2人都愣住了。这招船工一向都是招男人，何时招过女人呢？那是以前，如今不是没人吗？只要能干活，男人女人有什么区别？话是这么说。你们是不是心里觉得女人干活始终比不上男人？那你们想想咱大嫂二嫂，他们干活的时候可不比你们差。这没法子的时候，你说的倒是可以试一试，只是我们还是先找男的，这样一起做事方便。我只是提个建议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想法，我想让村里种棉花的人都跟咱们家签契书，我们教授他们种棉花的技巧，但是收成的时候，这个棉花必须按照市价卖给我们，这样他们挣了钱也有银子还给我们，自己的日子也能改善。严炳发听了很是惊讶。春晓，你何时开始这样想的？就这2日，村子里的人原本日子就不好过，如今又经这么一遭，更是雪上加霜。我没有多大善心，但想着若是能够让村里人好，对咱家也是好的，那么这个事儿大可以试一试，但前提肯定是要他们自愿。我觉得春晓这个事情可行，这棉花从来都不愁卖的，咱春晓能把棉花提产，大家若跟着种了，收成翻倍，咱家也能卖棉花获利。我也觉得这事儿可行。这签契约这事儿啊，村里人愿不愿意不好说，也不见得人人愿意。我觉得这是个好事，这春耕咱们早先了一步，过2天村子里都要开始春耕了，若是真有这个打算，我怕还要去找一趟李正，让李正出面说一声。要不爹，等会儿你就去找李正吧，看看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，先听一下他的意见，若是李正不看好，咱就算了，没得吃力不讨好。我这就去跟村里人如何说细节，你们多想想啊。小妹，若是村里人都能种，那我娘家那边能不能种？我让他们也签契约，把东西卖咱们，就跟咱村一样，你看成不成？田氏是看着棉花高产赚钱的，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大嫂，这个自然是可以的，没得外人行，咱们自己人不行的。田氏很高兴。行，那我这2天抽空回去一趟，我那里还有之前的2亩地的棉花种子，足够用了。春晓又看了看严大河。二嫂那边呢？我回去问问他们家的事情啊，我还真不好定主意。过了约1个时辰，严炳发回来了。除了严炳发，还有李正跟他的大儿子。你看，你们这么干净的石板都被我们的泥脚给踩脏了，这还是铺了石板好啊。地不就是让人踩的吗？来，赶紧坐。春晓帮李正把蓑衣挂到一边。我让我爹去听您的意见，这大下雨天的，他怎么把您给拐出来了？这么远的路。周氏给2人各倒了一杯热水。不妨事不妨事，你爹说的这个可是大事儿，我怎么都得来一趟。他看着春晓，眼神有些严肃。春晓啊，我就问你一个，你们今年种棉花1亩地收了多少斤？这件事情村子里的人都在猜，之前也从来没有透过口风。我问你爹，你爹支支吾吾的。我知道这事在你。如今他们的银子早就外露了，既然是要村里人参与，这个事情瞒也瞒不住。300来斤。严明礼张着个嘴，半天没有说话。当真有300斤呢？多年前村子里也有人种过棉花，但是1年的收成不到100斤，减去税金，
最后到手的没有多少。而且棉花伺候起来比粮食麻烦，慢慢的也就没什么人种了。李正，春晓说的可是大实话，之前我们可是几大车拉出去卖的，骗你做什么呀？春晓啊，你可是太厉害了，300斤，按收价1斤50文收，这1亩地可以收15两，有这个收益，谁还去种粮食啊？1亩地的收成都可以买老多的粮食了。爹，咱家地啊，全都拿来种棉花吧，这得挣不老少的钱呢。这粮食也是要种的。春晓怕他们偏激了，连忙提醒。如今外头粮食越来越贵，这战事不停，变故多的是，自家有粮，心里不慌，均衡一下比较好。李正连连点头。春晓说的是，你们是没有见过那饥荒年，那有钱也买不到粮的日子，那才叫惨呢。那李正，我们今日说这个，您觉得若是让村里人参与，这个可行不可行？可行，自然可行。他看了看外头的天，晚一点若是雨小了或者不下了，我给村里动员一下，他们哪家愿意，我便让他们来找你。中间需要帮忙协调的，你们尽管来找我，这可是好事啊，大好事。是仅限于咱们的村子吗？若是村里妇人娘家或者是外家那些呢？就咱们村子吧，若是人多，到时候种的怎么样也要观察，种出来多了怎么卖，都是要慢慢摸索。暂时不是本村的，除了我们允许的，其他的就算了。若是一开始就传到了外村，那这技术保不保得住就很难说了。行，我肯定会把这个话给传到位。那个，既然我们来了，你要签个什么契书，你写一个呗，我给你按个手印，也给明泽写一份，我带回去让他也按个手印。李正家里2个儿子已经分家，他跟大儿子过，他是李正，征丁自然是算不上他的，也算是村里少有的家里没有少人的人家。现在春晓也没有想到他们现在就要签。我还没有准备呢，要不明日吧。这会儿外头下着雨呢，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事情，要不你现在去写一个。这事儿我若是在村子里说的，怕是立马就有人来，所以你还是早做好准备。要不你念，我给你写如何？春晓想了想自己跟狗爬似的毛笔字，觉得这个可行，于是拿出了笔墨，边说边看着李正写。内容就他说的那些，却在违反规定该如何罚的这处犯了难。他看了看围桌坐的人，什么惩罚能让他们记得啊？要不就罚银子，咱跟酒楼不就是约好了罚银子吗？数目说大些。若是外头的人有意出高价骗取技术怎么办？银子人家出得起？今年肯定不会，今年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今年之后就不好说了，最好是能影响到后人的。我看违反的话就出族谱，踢出村子。李正这话一说，大家都是一愣，这也太严重了些吧。要知道除了族谱就是无根浮萍，到哪儿都难立脚，去哪里都容易受欺负。这话也只有李正能说，因为他有这个权利。春晓觉得李正的这个支持对村里人有着十足的威慑。除了李正说的，罚银也加上，反正只要他们不违法，这2条就是虚例，没有关系。也不等大家表态，李正就把这2点写了上去，最后契书模板就出来了。春晓对着李正写的那份又誊抄了2份，一份让李正签上了自己的大名，另一份也给了李正。这棉花种子你这里还有没有？我买一些如何？棉花种子我们家有挑好的，不用买。您那边有几亩地？我看看您需要多少种子。总共14亩地，4亩种粮食，准备10亩地种棉花。春晓便让大河去杂房给李正家称了40斤的种子。
他则跟李正详细的讲了前期种种子的数量、距离还有深度那些。李正走后，他将刚刚说的用笔记了下来，方便以后照本宣科的告诉村里人。下午雨确实是小了，家里其他人都回去了。他原本想着要不睡个下午觉好了，结果刚躺下没多久，就听到院子门口传来了敲门声。我娘说您这2天情绪不好，我原本想去看看的，又怕惹您再伤心，还想着过2日去瞧瞧，你们就过来了。来，喝杯水，就是水有些凉了。3个妇人的眼睛都有些肿，该是哭过很多次了。方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也没啥好看的，如今村里的妇人见面多是肿着眼的，倒也不觉得丢人了。事情变不了，我就只能每日求菩萨，让他们得菩萨保佑，能够平安。其他的咱也做不了什么，也只能听天由命，也不止我们一家。你能想开是最好的，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今日听你娘说，你要教村里人种棉花，还要签什么文书。春晓，你给我们讲讲呗，我原本就是想跟着你们一起种棉花的。他便跟严福平一家说了按他的法子种棉花的产量区间，自然是往低一点说，这样最后才会没有失望，只有惊喜。又说了约束的相关条款，告诉他们李正那边下午应该会详细的说这个事情。严福平二话不说就让他写契书，他们家如今的情况都是有目共睹，方氏知道的又比村里其他人多一点，所以不需要任何解释，他们也会相信。春晓原本就多抄了几份，跟他们确认了之后，便回房拿了契书让他们按手印，又给他们称了种子，说了种植的细节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去了。方氏一家走后，严木生也来了，慢慢的村里来了许多人，多是有疑问问问题的。春晓看着越来越多的人，将他们的名字都登记下来，并告诉他们，若是明日天气好不下雨，4时初就在他家院子外头的空地上，他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。种子他也有限，到时候先到先得，若是天下雨就改天再约，让他们可以自己带个小板凳。徐石柱是最后来的，说东升的娘情况不大好，他过来直接签了契书。春晓说要不拉到镇上让大夫看看，若是拖长了时间恐怕不好。徐石柱却摆了摆手，你婶子她原本就是这个样子，去年好些，如今东升走了，她心里积郁，吃药没用啊。最后叹着气回去了。幸福跟美满是傍晚的时候回来的。庄子那头东升走了，会计数的人没有了，这样不行。春晓想着，要么就把望祖调过去，要么就跟大哥借人把舒文或者舒凤调一个过去。他其实更倾向于调舒凤过去，望祖还得管着村子这边的地，日后村里人加入了，他一个男人更好打交道。舒凤在自己庄子里自然也是放心的。第2日天气晴了，春晓一早就把严琦给抓了过来，这会儿正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子前帮他誊抄契书。4时初的时候，村里想要种棉花的人基本上都到了，李正也来了。大部分人都带着小凳子聚在一起，前2日的颓废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春晓觉得村里人接受能力还挺强的，知道改变不了，伤心2日也就过去了，日子总是要过下去。这次来的虽然也有不少男人，但看得出妇人居多。李正，咱们村子总共有多少户人家？这回来的有多少户？这村子里一共是182户，刚刚我已经点了一下，家家都有来人的。李正笑着看了看大家，都安静一下，你们不仔细听，到时候出了岔子可别哭啊。大家立马就安静了，齐刷刷地看向春晓。春晓咽了咽口水，今日他家里人都不在，这么大的阵仗倒是把他搞得有点紧张。这样吧，咱们都放松些，
今日天气不错，咱们可以问得详细些，也没有关系。我之所以跟李正提带大家种棉花的事情，首先呢，并不是因为这里头许多人欠我钱，借钱出去的时候我就说了，期限我不定，你们手头宽裕了再还我。所谓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道理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也相信大家。底下的人静默没有出声。这次征丁对各家打击都很大，几乎家家都失了钱财。原本呢，我也是想两耳不闻窗外事的，但是我爹说了，若是能帮扶大家一把，还是要帮扶一把的。既然我爹这么说了，那我别的帮不上，这种棉花我还是在行的，所以我就跟李正说了这个事儿。结果李正很赞同，于是大家就到了这里。秉发是个好人，我们大家呀都记住他的恩了。春晓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告诉我们把这棉花种好了，我们都按你说的办。我知道你是个大善人。底下的人开始恭维他。春晓忍不住笑了笑。我爹或许是真善人，但我可不是什么大善人。教你们种棉花，最终卖给我，我也是为了赚钱的，不过是你我双方都赚钱而已。只要能赚钱，那就是好事儿。你能带我们赚钱，那就是好人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到时候我按市价收了你们的棉花，我们再转手卖，不论卖什么价钱，都跟你们没有关系的。别到时候卖高了价钱，你们就说我黑心。这种如今就可以说清楚，跟着我种还是选择你们自己种，这个都是自愿的。别因为是李正说了的，大家就全部都来，一定要是自愿的，知道吗？都是自愿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既然是市价收，那就是公道的价。有那眼红病的，我也觉得该早早退出。规矩咱们都提前说好了，反正按着规矩来就是了。春晓见大家都没有意见，于是开启了第二个话题。那我就跟大家先说说这前期种地的事情。原本呢，想要做到种植最好的效果，2月初就要开始育苗。用优土育苗，苗的根系会长得更好，而且可以提前挂果。但是这个时间已经错过了，也没有办法。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产量会少个20-30斤左右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乖乖，20-30斤还不是大问题啊，20-30斤可是1两半银子呢。底下的人纷纷可惜。咱们现在时间很紧，这2天就要把种子种了。你们是否都想好了，确认好了要跟我种棉花？如果确认好了，先把契书签了。我那里呢还有几百斤的种子，1亩地按3斤的量，你们不要多拿，多拿了自己没用，别人又没有。还有，我之前跟李正说了，家里的地呢不要全部种棉花，该种粮食还是要种粮食，反正你们自己想清楚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嫁出去的闺女家真的不能一起种吗？她也是咱严家村的人呐。这嫁都嫁出去了，就不算咱们严家村的人了。你没听李正讲吗？不成。我们跟他说好，让他保密不说也不行吗？好几个妇人都看着他，看样子不是一个人这样想的。婶子，不是我不通情理。春晓话还没有说完，对面的妇人连连摆手。不是，我没有怪罪的意思，只是我那闺女日子过得也苦，我想着若是能一起，也能帮帮她。婶子，咱们这也是刚刚开始，这么多的人，大家都不会。我自己的地我有把握，大家的地种出来如何，我是没有数的。所以说，你们跟着我种也是有风险的，只是多产的几率高一些罢了。这样吧，若是确实大家都挣钱了，明年呢咱们再考虑适当放宽，但前提是必须是可信的。这个事情明年再说。行。春晓看了看李正。李正，这签契书的事情要麻烦您帮忙了，到时候各家要种的棉花亩数也记一笔，我来给大家先把种子分了。李正记一个，春晓跟望族还有严琦便在边上帮忙称种子递种子。没多久，
严炳发过来了。村里人看到他很热情，就跟见到亲人一样，把严炳发恭维得一愣一愣的。他也加入了称种子的行列。村里人登记的要种的棉地是205亩，他的种子只有400来斤，不够。庄子里还有一些，他让没有得到种子的人不要着急，明日他取回来后再发。发完种子以后，他便开始跟大家讲前期的种植技巧，包括肥地跟泡种子，如何泡等等。村里人的问题很多，问的也很细，他知道的都耐心的一一解答了。等到大家没有疑问都走了后，他才发现时间早就过了正午，美满的饭都已经热过一遍了。他这才觉得口干舌燥，这指导员的活儿果然不是个轻松活儿。周氏他们今日一天都没有过来。快傍晚的时候，春晓去了村中大山家，舒文和舒凤都已经回来了，看到他立马就凑了过来。姑姑，听小琪说你今日又威风了一把，带着全村人说话呢。你爹他们人呢？我爹跟二叔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。我爹说是你把我跟哥叫回来的。姑姑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们两个，你姑姑都没有进屋呢，有什么话不能屋里说，非要拦到院子里说，缺心眼的孩子。两人被周氏一顿数落，不仅没有不高兴，反而笑嘻嘻地把春晓拉进了堂屋。来，姑姑请坐。姑姑请喝水。春晓嗔笑了一下。我要跟你们爹借人。借人？两人齐齐地看着他。姑姑，你要借什么人啊？自然是借你们其中的一个呀。东升走了，我的庄子没有管事了，我要找一个懂技术的做管事啊。我舒文立马就凑到跟前，笑得一脸的谄媚。姑姑，我去，我肯定帮你管好庄子。姑姑，我去。怎么，你们爹的庄子你们不管啦？我只抽一个人，那边呢有个王管事能安排活儿，但是没人懂技术，我要的是一个能指点的人，我自己有空也会去看看。周家村的庄子爹跟二叔时常看着，姑姑你那处不同，你那处没人啊，去的作用更大。我想了想，还是舒凤去吧。你爹他们呢要顾两头，你在他们干活放心。我那边虽然舒凤是个女孩子，但是实际不用她怎么干活，她跟王世恩一起把事情安排好就行。而且那边我放心一点。姑姑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舒凤心里乐开了花，这回她是真正要管一个庄子了，而且庄子有那边的3个大不止，心里简直是美的冒泡。舒文虽然有些失望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既然姑姑你想好了，那就让舒凤去吧。那咱们收成的时候就比一比，看看谁的棉花种得最好。姑姑可不白请功啊，给东升的是1-2银子工钱，舒凤去了也是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同样的问话，一个声音高昂，一个略显丧气。不行，我也要爹跟二叔给我开工钱，我不要做白工。做什么白工啊？田氏笑着从灶房走过来。娘姑姑请我到她庄子里做管事，还给我开1个月1两的工钱。小妹，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他哪有那个能耐去管你的庄子？他管周家村的庄子我都不放心，若是实在缺人，舒文都比他强些。娘，你偏心啊。大嫂，没事的，刚开始呢肯定都不会，他这已经在周家村那边待了一些时日了，在我那里多磨练磨练，日后比谁不强。我让庄子里的嫂子们多看顾着些，不怕的。主要是现在太缺人了，幸福跟美满只有纸上功夫，还得跟1年才行。你若觉得行，我是没意见。等你大哥回来，你跟他说一声，他应该也会同意。严大山果然同意，谁让他们确实缺人呢？今日他们去找了村里的几户人家，虽然好些人确实有意想挣那份工钱，但是如今大家都要开始种棉花了，男人都抽不出空。
最后他还是采纳了春晓的意见，在家里妇人多的人家又找了7个妇人补上。春晓提醒淑凤，既然答应了，那今晚就要把行李收拾好，明日一早就跟他去庄子里去。去了庄子可就不能日日回来了，可别到时候想家哭鼻子。淑凤很不以为然。姑姑，我可没有那么没用，你看着就好啦。第二日一早，严炳发早早的就把淑凤送了过来，同样送过来的还有要交货的卤肉。美满今日在家看家，由幸福赶着车载着他们走。这一路上，淑凤问了很多问题，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有决定权，问他什么情况他必须跟王时文商量着办，什么事情必须要请示春晓。春晓给他举了几个例子，其实这样的事情会有很多，只要抓住主要的一点，不要刚愎自用，懂得权衡利弊，见机行事就成了。同时春晓告诉他，若是他能教会王时文认字算账就更好了。这一点淑凤没有多大的把握，主要是他自己跟东升一样都是半桶水。既然是半桶水，那如何教别人？他最多只能说尽力，可不敢保证。三人先去了镇子酒楼送了货，春晓这回见到了黄明鹤，只是急急忙忙的，什么礼都没有备。不过既然是碰到了人，感谢的话还是要讲的。不过这回他是真的要感谢这位黄老板。黄明鹤只说让他好好的做好供应，就算是报答他了。对此他在心里好笑，他总是拿生意的事情做法子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，次数多了人家就会厌烦，谁都不是傻子。春晓他们到的时候，庄子里的人正在地里撒种子，还有不少不认识的妇人。他找到王时文，这是请的村子里的人。东家，你来了，请了10个人做几日短工，把这地给种了。还是请10到20个长工吧，就按1个月600文的工钱给他们算。人手不够的时候请短工，按1日25文算就行了。他把淑凤推到了前头。这是我侄女，徐管事走了，以后就她替你们看着账。这种棉花的事情也是她负责，到时候她让你们怎么做，你照做就是了。他想了想，我指棉花地，这粮食地啊，还是你们多看顾些。王时文赶紧给淑凤鞠了个躬。小东家好。淑凤不太习惯地看着春晓，春晓点了点头。棉花地全部种好了吗？前段日子经常下雨，我还想着要一段时间呢。是不是还有3亩地的苗没有疏？那是给东升家育的苗。是，确实有3亩地的苗没有动，如今啊越长越密。您没有来，之前幸福姑娘来也没有带走，我正想问您呢。你去找几个人，按之前移苗的密度，把苗给我拔了，放到簸箕里。我等会儿走的时候要带走。对了，我记得仓库还有一些没种完的棉花种子吧？有啊，还有接近300斤的种子。行，等会儿种子我也要带走。你去安排拔苗的事情，顺便把庄子里的几个婶子叫过来，让他们找我。对了，庄子里目前只有几两银子，你要买什么就问王时文拿。你知道的，姑姑最近老穷了。你不是说庄子不缺粮食吗？既然不缺，衣服我都带了，没事儿。这也只是暂时的。总之呢，伙食你自己看着办。你想吃肉就让他们去买，菜钱多少也不用一样一样的记，就记个总数就行。到时候我看了心里好有个数。知道了。我日后不常来，我会让幸福或者美满过来。你想回了可以跟他们一起回，或者要带什么就给传个话。知道啦。屋子里转了2圈，熟悉了之后，二人就出来了。一出来就看到院子里候着的6个妇人。妇人见他们出来，纷纷叫东家。这是刚刚从地里回来，手上脚上都沾着泥。叫你们过来呀，是想跟你们讨个好。这是我侄女，以后也是这里的账房。她是个小姑娘，许多方面怕是不懂事，各位嫂子婶子们帮忙都提点一二。若是有冲撞，大家别跟她计较，多包涵些。
东家哪里的话，既然是小东家，那便也是我们主子，我们会一样敬着的，您放心。是啊，东家，我们会照顾好小东家的。淑凤则歪着头看着几个妇人笑，模样很是讨喜。我这个侄女啊，有个跟我一样的毛病，就是爱吃。若是日后她想吃什么，各位惯着些给她做就是。采买这块呢，我会跟王世文讲清楚的。知道了，东家。知道了，东家。看得出他们东家很是疼爱这个小侄女，日后可不能怠慢了。几个妇人听了话，就又回去干活了。春晓便带着淑凤熟悉庄子里各处。春晓便跟淑凤说了，让她留意着，若是活重的时候，让她吩咐厨房吃干的，不要吃粥。这话若是跟王时文说，未必有用。他们长期苦惯了，都是能凑合就凑合，但跟淑凤说就肯定管用。下午的时候，春晓带着棉花苗跟棉花种子走了，回村就已经是申时末了。他先到了严大山家，让幸福去村子里转了一圈，让昨日没有领到种子的人过来领种子。发种子的事情就交给了周氏，他又让幸福带着他去了东升家。隔壁的邻居告诉他，东升的爹下地了，他娘在休息。他们没有打扰，让美满将东西弄回去，他则去了东升家的地里找徐石柱。春晓到的时候，就看到徐石柱蹲在地里，不知道是在发呆还是在干嘛，反正是蹲在那里没有动。石柱说，他回头看到春晓，挤出了一抹笑。你怎么来地里了？我正种麦子呢。石柱说，我今日去把棉花苗弄过来了，是东升之前育的，明日咱们就把边上的地都种上，我们安心，您也安心。你把苗给我就成了，哪还要麻烦你们帮忙种呢？我一个人慢是慢了一些，但6亩地啊，也就几日。可等不上几日，等几日啊，苗就蔫巴死了。之前东升去庄子的时候，我就答应过他，要帮他管好你们村子里的地。我可是说话算话的。石柱说，我们家的都种好了，咱人多，种得快。哎，那好，那就多谢你了啊，春晓。不用谢，那就说好了，我们明日一早就带苗过来。如今家里有好几块区域，2个庄子自然是不用说，家里还有15亩的麦子地，其中有6亩是他的。他觉得是时候分开作业了，总不能像以前一样都混在一起。想到这里，他没有回家，而是又回到了严大山处。周氏的种子已经分完了，看到他有些纳闷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等大哥二哥回来找他们说点事儿。爹呢？之前就没有看到他。他呀，他如今可是个香饽饽，村里人种棉花怕有岔子，把他叫过去做监工了。不仅是他，你嫂子也被几个嫂子请去了。我若不是要看家，这会儿怕也在地里待着呢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严大山严大河带着上工的人回来了。严大河赶着牛就要走，被春晓叫住了。二哥，再待片刻，我有个事情要问问。如今大家有各自的庄子要忙，我想着以后我的地就我自己打理了。我那里如今有望祖哥跟幸福美满，我准备再请2个人。大哥二哥，你们一起也有9亩地，你看你们要不要也请2个人？你们这时常去庄子的，光靠爹娘跟嫂子，不知道忙不忙得过来。若是不打理棉花地，我跟你嫂子他们忙活麦子地没啥，不需要请人，也就比之前一家多了2亩地。只是好好的，我们帮忙不好吗？干嘛要自己全揽了？娘，我想划得明确一点，这样好安排。再说了，如今大哥二哥要看着庄子，二嫂要看着孩子，大嫂要卤肉，你跟爹又要送货又要拿货，哪有那个功夫？我看啊，你们还是请2个人好，这样方便干活周转。这个事情我们跟爹再商量一下，你还要请2个长工，可想好了请谁啊？这事儿还得娘您帮我去问，您问问方婶家杜鹃嫂子愿不愿意，
他们家少一个妇人，地里应该也是能赚得过来。另外一个，您也帮我寻摸寻摸，最好是个男的，跟望祖哥也有个伴儿，年纪小些，跟舒文那么大就行。我会看着安排，反正能干活就行。13、14岁的小子还是不少的。行，我给你找个老实不多话的。我们明日要给石柱叔家种棉花苗，娘，你们得空了就过来帮一下忙，苗放久了也不好。若是今日，帮我把人说好了，让他们明日直接到东升家地里上工就行，以后工钱统一月底结。行，知道了。春晓原本说完了要走，却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。哎，咱姑姑家送的是谁走啊？谁知道呢？又没有个带信儿的。你好好的问这个干什么？这不是过2日就清明了吗？按惯例，他们不是得来？这村里人种棉花的事情肯定瞒不住。爹有没有跟你说姑姑那边怎么处理啊？是不是也要跟着一起种？那可不见得，咱不是说了不告诉外村人吧？村里人我看不一定会说，你姑姑的德行他们都知道，如今可不敢开这个玩笑凑这个热闹。我一想到你姑父跟你表哥想偷你方子，我就不想搭理他们。娘，什么偷方子呀？你这说的什么呀？大山一头雾水。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呢？你咋啥都想知道？能有什么事情？就去年清明的时候偷听了你姑父一家讲话，他们眼热春晓的卤肉生意，跟你表嫂一起想偷方子，被你姑姑制止了，就这么个事情。我说你表哥表嫂真不是个东西。爹他知道吗？想偷咱的东西，这还得了啊？严大河原本就不看好这家人，此时就更加厌恶。都说是偷听了，他上哪里知道？我跟他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说不准他还要说我造谣生事呢。我看这种棉花的事情就不要让他们掺和了。你表嫂那个人就是个搅屎棍，我看你姑姑也未必治得住他。这技术到了他手里，不传出去才有鬼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说。那你去跟你爹把这事的利弊说清楚。其实这技术是春晓的，你爹他也没有权利送人，就说我们都不同意。春晓点点头。那就大哥跟爹说了，大哥的话爹还是听的。田氏回来了，听到他们说严二妮一家，本能就皱了皱眉。后来知道是商量不说这种棉花的事情，他便舒展了眉头。看样子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。春晓的2个长工到位了，对于能给春晓当长工，杜鹃很高兴，这份情绪冲淡了一些丈夫离开的凄苦。清明已经过去2日，严二妮一家却没有来。除了严炳发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，其他人都觉得这是件好事。不来便不来，也省了大家的口舌功夫。田氏家里人来了一趟，来拿棉花种子。他们签契书，则是让田氏做的担保。虽然只是个形式，田氏却做得很正式。他只是为了表明一个态度，大家都一样，都得按规矩来。张氏则没有告诉家里人种棉花的事情，虽然他也有心拉拔家里一把，但是说实话，他对他爹娘信不过。既然如此，他还是少添麻烦，大不了以后逢年过节的多给些银钱。中旬的时候，家里终于分了银子，大家绷着的心终于松了一些，起码手里有银子，心里不慌。但是春晓这时候却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卤料只能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，又要准备采购了。如今买卤料，一家最少要凑50两银子，这钱一出，再减去月底要发的工钱，就又没有钱了。这会儿的价钱不知道会不会又涨，这个很难说。4月初的时候，严大山带着严书文揣着150两银子去了县城采购。他隔几天就会抽空去趟庄子，庄子那边也开始打支了。王时文按他说的请了12个长工，每日给麦子地、水稻田除草。不论是庄子里还是外头，都忙得不可开交。春晓又给了书凤10两银子，让他放在账面上一起管理。
严大山他们这回出去的时间特别长，到今天已经整整10天了。每回他们出去，田氏就提心吊胆，特别是知道如今外头不太平，就更加担心。春晓也担心，照理说去一趟县城应该不至于这么长时间，莫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姑姑，咱这回跑了老远的地跟山里的山民收的东西，你看这一院子都是，比以前都多。我说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不回？你们怎么搭讪卖药材的山民的？药材多是山里采的，他知道，只是他们怎么知道人家药材商的路子的？没人那么傻告诉他们这个。这个事情呢，就有些说来话长了。咱在药材商身边找了个细作，其实也就是多给了些好处的事情。也不知道这县城的药又涨价了，咱的钱按照药材商的价买不了多少。我们这也是被逼的，才撬了他们的路子。反正是自由买卖，人走谁能知道是谁呀？说的也是。春晓把袋子都拆开看了看，又闻了闻味道，该都是真的，味道相差无几。这里是有多少？看着每样至少有200斤了。跑了好些地方，怕收钱不够，刚开始每样拿了250斤，结果后面发现山民手上的更便宜，后头3样每样买了300斤。这些够用7个月了，真是太划算了。既然这收药材利润这么大，他想着要不要多收些回来，干脆卖给黄明鹤，反正他跟别人买也是贵的。谁知这个想法刚提出就被严大山否决了。山民的药材虽然便宜，但是他们也是得收集很久才有多的。他们平日采的杂，会炮制的人并不多，不易得。你不知道啊，为了弄这些东西，我们跑了多少户，这脚上的血泡子都磨破了几处。咱不是专业收药的，路子还是太少，不易得。既然如此，那还是算了。这回啊，多亏了大哥跟舒文，可为我们省了不少银子。哎呀，我这几日夜夜睡不着，这些日子的担惊受怕总算是值了。这些药材是要放到小妹那边还是如何？那就放到这边库房吧，反正这卤肉的活儿都是2个嫂子在做，可以2嫂那边也各送50斤，这样呢哪边卤都方便，不用专门去取料，只是这卤料渣注意买好就成。这几日春晓跟他爹在琢磨着，等这次分了钱该买点什么送给黄明鹤，毕竟人家帮了这么大的忙，关键是人家比他们有钱多了，他们舍得买的东西人家也不稀罕啊。最后春晓决定给人家加点新鲜的菜，这个还不用钱。他让幸福美满他们杀了10只鸡，把鸡爪子、鸡翅膀还有鸡胗都弄干净了，一锅卤了。这些卤了的味道可不比原来的鸡肉差，剩下的鸡肉留了2只自己吃，又跟大山跟大河家一人拿了2只，剩下的4只拿去了庄子给他们改善伙食。第2日他便跟严炳发一起去了酒楼。黄明鹤看到他们拿出来的菜，略微皱了皱眉。严姑娘，你这是又要谈生意啊？这鸡翅膀就算了，这鸡爪子该怎么吃？不是的，黄老板，我今日跟我爹来，是专程来感谢您的。您让厨房啊，把这凉了的蒸一蒸，你先尝尝味儿。黄明鹤虽然表情嫌弃，但想着既然让他尝，那肯定是有点名头的。想起之前的猪大肠，他叫了个伙计来，将东西拿去热。你是想给这卤菜新增名目？是，不过是您，不是我。我是想告诉您，这鸡翅膀、鸡爪子、鸡胗可以卤。您觉得可行，可以增加这些项目。这里没有泡椒，不然这鸡爪子可是十足的好东西。黄明鹤笑了，我还以为你想卖这些东西给我呢，原来是帮我扩菜啊！哈哈哈，多谢多谢呀！严炳发走上前朝他拜了拜。黄老板啊，该我们多谢你，多谢你之前的帮忙啊！哎，这个事儿啊，严姑娘每回见面就要谢我一回，
不必如此客气，以后不提了啊。伙计很快把东西热了端上来。黄明鹤挑了个鸡腿，他让边上的伙计尝一尝鸡爪，结果一个鸡爪没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伙计手里的碎骨头。掌柜的，这鸡爪好吃啊！黄明鹤将信将疑，放下鸡腿，拿起鸡爪小小的咬了一口，没想到软糯入味，他忍不住又啃了2口，最后把整个鸡爪都吃完了。没想到这鸡爪卤了，果然好吃。若是之前我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要卤这鸡爪的。那若是按这样，那不是许多东西都可以卤吗？是许多东西可以卤，但是有的卤了好吃，有的卤了反而不好吃，这个得试。今日真是多谢严姑娘提点了。那日后你们要不要供应这几样，给一样的价钱？不了，这些东西不太好收集，你们酒楼用料多，可能是日有，您手上有方子有材料，自己做不成问题。黄明鹤这才相信他们真的只是为了感谢他做提点的，他回了一礼。那就多谢了，我原本是要多开几家店的，只是现在形势实在是琢磨不透，不易冒进，先守好自己的1亩3分地儿才是最主要的。黄老板这话说的在理，大家都一样。出了酒楼，两人就直接回家了，不为别的，只是最近实在是忙，地多人少。春晓这些日子跟大山他们一样，时常两头跑，主要淑凤还是太小，完全交给他始终是有点不放心。到了月底的时候，酒楼如约给他分了成，这次虽然没有第一次多，却也分了1680多两，加上中旬分的70多两，他算了算，不禁在心中窃喜，他有3000多两了。这回又是16张银票，如今他有银票32张，有了这些钱在，他做什么都不怕了。回去后，他便给家里的长工发了工钱，给幸福和美满也一人发了300文。钱虽然不多，但是买个零嘴什么的还是可以的。幸福跟美满都没有想到他们能得银子，高兴得不能自已。不仅是他们，第2日他去了庄子，给庄子里每人都发了200文，并告诉他们以后这样的钱会不定期发，他们自己可以留着，想买什么都行。庄子里的人自从被买了以后，从来没有得过钱，如今一人得了200文，有的人当场就落了泪。春晓没有想到这些男人就得了200文钱，居然有这么大的感触，他突然就有些心酸，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原本早就该给你们的，只是前段时间确实是拮据。我知道棉花地的活儿很重很累，但是我用的方法不想让外人知道，外人我信不过，只能辛苦你们了。等日后棉花地收成了，我给你们发奖励，我说话算话。这些话不说还好，说完有几个人哭得更厉害了。春晓忙将人解散了，他拉着淑凤去地里查看，棉花地里的棉花已经要开花了，看得出都打过枝了。外头地里如果人不够，记得请人，庄子里的人就忙活这地里的就行。当然了，你要时常看着外头人干活，若有偷奸耍滑的，下回就不请了。姑姑，你放心好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如今打了枝开花，就要日日让人抓虫了。我过来拿材料，你记得按我给你说的量调叶肥，撒了叶肥苗长得好，虫子也少些。拔草抓虫日日都有的，只是这人手确实是少了些。等9月忙完了以后，我再让师傅做一排房子，到时候多买几个人回来，以后就没这么累了。淑凤又问他爹那边如何了。你爹那边说是正常，我看是明日还是后日去看一看。姑姑，你说你要是不在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在我心里你最了不起。少拍我马屁。
春晓掏出了1两银子，喏，你的工钱。谢谢姑姑。庄子无事，他就回去了。申时初，村子还要开会。今日一大早，春晓便跟着严大山他们一起去了周家村。算算时候，他离开周家村已经1年半的时间了。就是不知道他的前任公爹公婆若是知道他出息了，会不会后悔当初逼走他。不过也就这么一想，何必去比较呢？他自己过得好就行了。原本也不是为了在他们面前争一口气。大家到了庄子就开始干活。他们干活，春晓便在四处看，房子的格局跟庄子不同，跟他的住处倒是一样。春晓把整个地仔细地走了一遍，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。中午的时候，一个村里的长工过来找他，说是门口有人找。他有些疑惑地去了大门口，结果看到了周家村2个脸熟的妇人。哎呀，真的是你呀，春晓！那李大妞说在村口看到你，我还想着她是不是眼花了，没想到果真是你。婶子，他礼貌地打了招呼。听说这庄子是你哥哥他们的，你们家这是发大财了呀，都成地主了。2个妇人笑得谄媚。你哥哥他们这处地这么多，要不要请人干活呀？若是请人，我们家有人呢。我也行的，你知道的，我干事啊不含糊。2位婶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暂时不缺工。若是缺工呢，我让我大哥联系你们。要的要的。几人就在庄子门口说话。你们家是做了啥生意不是？怎么这么快就发家了？我记得当时你嫁咱们村那会儿，徐婶子就说你们家穷得不了主意。春晓不答话，只是站在那里有些尴尬的笑。你知不知道那周志宏得了个儿子，如今都快1岁了。他如今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打听他的消息做什么？你们那个事儿是他们家做的不地道，村里人都知道，他们家如今也算是得到报应了。你知不知道他那儿子不是他的？这事儿村里好多人都知道。春晓终于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。他吃惊的不是孩子是不是周宏志的，他吃惊的是这么隐私的事情是怎么让村里人知道了。周宏志那么要脸面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把这样的事情抖露出来？妇人见他表情似是感兴趣，于是说得越发起劲。都说那徐家小姐当初嫁给他就有了身子，那孩子也是早产，这事对得上。原本这个事情咱也不知情，你不知道那个徐家小姐也是个不知耻的。前些时情夫回来了，要与周秀才和离，来村子闹了好几回了。妇人连连摇头。所以说那富贵哪里是那么好攀的？这件事情是妇人说的，真假的成分有多少他不知，但是他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心里暗爽了一把。活该，渣男。2个妇人又说了一会儿，见他总不答话，就只是听，自觉没什么意思，又叮嘱他家里人若是请人一定要找他们，就走了。春晓关上庄子门，想了想刚刚他们说的事情，要不要去打听一下是不是真有其事，但转身甩了甩头，觉得自己是魔怔了，这与他有什么相干？一个曾经的渣男过得是好与不好，都是他活该，咎由自取。下午帮着在地里捉虫，结果春婶跑过来告诉他，门口又有人找。这周家村的妇人是不是闲得没事干了？没事跑过来扯什么闲篇啊？哪有那个功夫陪他们聊，跟他们又不熟的。大河直接发起了牢骚。他是不喜欢周家村人，但是人家村里人又没有惹他，能打个招呼就过去的事情总比生了恶强。再说了，他大哥日后说不准就要请人干活的。可结果到了门口，却看到了个不想见到的人。来人见到他，却是眼带欣喜。春晓，真的是你啊！春晓走上前。周秀才，别来无恙啊。这真的是不能背后说人，看
这上午才说，下午就见面了。周宏志的表情有些微的失落。怎的这样生分？春晓看着他不说话，今日也算倒霉，不知道他回了村子。你后来怎的没有来找我呀？我找你做什么？你不是与那徐家小姐成亲了吗？我找你去看你们恩爱缠绵吗？春晓语带讥讽，这人是读书把脑子读傻了吧？春晓，你怎的突然变了？之前你我不是这样子的。他的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，随后就有些无措地放下。算了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你怪我呀也是常理。周秀才，你今日找我到底是有什么事情？若是只为叙旧，大可不必，我很忙。周宏志看了他半许，有些犹豫。春晓，你我有情，从前是我对不住你，我娶了那徐婉莲才知道，还是你对我真心实意，我如今已经后悔了。他想拉住春晓的手，却被对方避开了。我与那徐婉莲要和离了，和离之后我们重新过日子，好不好？我定当发奋读书，为你拼个官夫人。这人是哪里来的逻辑，觉得他俩有情，说出这样不要脸的话？春晓压了压心中的恶心气。周秀才，请你自重。莫说你如今还没有和离，就算是你和离了，我如今过得好好的，好吃好喝，为何要过回之前的日子？我犯贱不成？你怎能这样讲话呀？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难道不是很开心吗？兴许以前确实是开心的，那是因为我傻，盼望真心能够换来真心。可是结果是什么，还要我说吗？你娘是怎么说我的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，连马都知道不吃回头草。周秀才，你让我跟你重新回去过日子，凭什么？原本他是不气的，如今却是越说越气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你骂我2句也行。确实是我混蛋，对不住你。我爹娘如今也后悔了，都说早知如此，就该让我们安安分分的过日子。他们也希望你回来。春晓，你不要赌气了，你难道要靠着你爹娘过一辈子吗？村里人的闲话，你要听一辈子吗？春晓深呼了一口气。说完了吗？春晓，你回来。我们还像从前那样，以后啊，再也没有别人。滚！他吼了一句，走进门，啪的一声摔上了门。连地里人都听到了动静，见他气呼呼地走回地里，大山大河忙跑了过来。咋了？谁惹你生那么大气啊？还能有谁？周宏志那个王八蛋！兄弟俩一听就皱了眉。他怎么来了？他来做什么？他让我回去跟他过日子。春晓说的咬牙切齿。做他的春秋大梦。大河拿起地边的一把锄头。这是欺负咱家没人还是怎么？都欺负到头上来了，看我不打的他再也不敢来。说完就往门口跑去。大山想拦着，结果大河跑得太快，根本就没有拦住。完了！春晓吓得赶紧追上去。大哥，赶紧拦住他，拦住他！几人都朝门口跑去，地里的其他人都发现了不对劲，也纷纷朝着他们跑的方向跑去。春晓跑出去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周宏志脸上挂了彩，鼻子流着血。他看着丢在地上的锄头，松了口气，幸好没有用上。严大河还要动手，却被一旁的严大山抱住了。你个不要脸的王八羔子，还想逮着我妹妹一个人祸害是不是？你有多远滚多远！周宏志或许是被打懵了，就呆呆地站在一旁，捂着鼻子。哎，你怎么能打人呢你？他怎么就跟这样一个傻子一起生活了4年？春晓也是服气，门口看热闹的人都出来了。你赶紧走，不然不止大河，我也得打你。你到底心里有没有谱啊？还敢来找春晓？若是再让我们看到，受伤的可不是鼻子了。周宏志看着生气的几人，又看向了春晓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却被春晓打断了。
周秀才，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你我二人之间早已经断了个干净，要复合绝无可能，你死了这条心。身后是一群捂着嘴看热闹的人。周弘志此时也有些恼怒，被这么多人看了笑话，他用袖子擦了擦流着的血。严春晓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不要，以后可莫要后悔。原本这话还挺有气势，结果见大河挣脱开来，立马就提着裙边跑了。大哥，你拦着我干啥呀？我又不会要他的命。我看他那个样子就想揍他。你出手没个轻重的，要打也是我去打呀。你看你一拳就把人鼻子给打破了，人要是去圈子里说歪理去，我们还得去理论，不该打脸的。哎呀，你不早说。春晓在一旁哭笑不得地看着两个哥哥，原来他大哥不是不打，是想打得让人看不见，果真是有想法。看热闹的人被赶回了村子，大家今日看了一场热闹，觉得这事情是真的好笑。看情形是那秀才后悔了，那早先干嘛去了？回到严家村，大河便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周氏，周氏也气个半死，坐在屋里头把周弘志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好了，今日也是我昏了头了，还与他说许多，日后啊，我见到他掉头就走，你们也没什么好生气的，不相干的人连骂都不值得。他当自己还是个香饽饽，我呸！你去庄里看过，庄子里的情况可好啊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你多提点些。严炳发虽然也不待见那周弘志，但让他大骂出口他又做不出来，反正闺女都不在乎了，不提也罢。都好，书文啊，算是把我教的都记得好好的，我看大哥是后继有人了。周氏骂了个痛快。周家村那边你还是少去，我只恨你没让人知道你如今的厉害，不然让他们尝尝被狠狠打脸的滋味，想再求娶真是痴心妄想。我就跟二哥说不跟您提这事儿吧，您看看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今日二哥还把人鼻子都打流鼻血了，咱们又没吃亏。那是他活该。春晓从村子回来，想到今天的事情也是觉得好笑。这个世界真是不缺奇葩的人，看样子还是以前他太过温柔贤惠，才会让人觉得他好拿捏。5月中的时候，春晓地里的棉花开出了一朵朵淡黄淡粉的小花，凑在一起很是好看。这有花就有果，看着花亮，果可少不了。村里人看了很是羡慕，春晓便告诉他们，这只是个开始，重头的活计还在后头。再过些时候，等棉花花大了些，就该给棉花打顶了。正当村里的棉花地开出大片大片的花的时候，有衙差上村子报丧，说村里3个年轻人死在了战场，尸身没有，给了10两抚恤银子。那3家人当场就晕了几个。村里的其他人虽然庆幸没有自家孩子的消息，但过后却更加的忧心忡忡。如今他们最怕的就是官兵进村。5月的最后一天，一大早周氏就过来了。都说他娘不好了，昨日半夜你石柱叔来敲门，过来借牛车，说要送你文婶子去镇上看大夫，我让你大哥陪着一起去了，这会儿都没有回来，怕是不乐观。春晓心里一咕噜，娘，咱也去看看吧，之前我可是答应过东升，家里出了事要帮衬一下的。人家上的哪家医馆都不知道如何看，镇上就那么2家，问问就是了。哎，你等等我，我拿些银子，咱们卤肉送了就去找找。他进屋拿了银子，又在门口朝已经下地的幸福美满交代了2声，带着周氏赶着牛车就走了。他们办完事，在镇上很快找到了他大哥他们。文氏的情况很不好，大夫给用了最贵的人参，却依然不见起色。春晓拿出了银子，让大夫用最好的药救治。没用的，
东升走后啊，他便一日不如一日。前些时又不小心听到了村里几个男娃的事儿，身体第二日就垮了。我带他来过一回，拿了药吃了也不见好，昨日晚上还吐了血呢。徐石柱说着说着，眼泪就冒了出来。我跟他说，你要挺住，还没有见到儿子的面呢，到时候他回来我如何交代？他听不见，他听不见呢。徐石柱就这么低低地说着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大夫也直摇头。哎，这撑不了几日了，还是早早的安排后事吧。文氏撑了3天，最后还是走了。村里再一次设了灵堂。东升不在，是大河帮忙摔的盆。下葬那日，村里许多人都来了，村里人都劝徐石柱想开些，说文氏病了这许多年，走了也算是解脱了。徐石柱何尝不知道，只是这么多年还有个人陪着，如今走了，自己倒真像个孤家寡人了。生活总是这样，有各种各样的不幸，但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。6月的时候，村里人都开始忙着给棉花打顶。虽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是春晓让他们这样做，他们也就照做了，就跟当初的严家人一样。如今天气热了，拿肉跟卤肉又变成了晚上，春晓便将这个活交给了幸福跟美满，让他们轮流着干。自然的，白日就田氏跟周氏还有张氏上地里帮忙。昌兴已经5个月了，很是活泼可爱。舒朵已经学会如何照看弟弟，无形之中给张氏帮了很大的忙。春晓差不多10日去一次庄子。淑凤如今的管理也算是出师了，每回去庄子都运作如常，只是在教王时文认字这一块还是不行。提到这个事情，王时文也苦着脸。东家，其他您吩咐的事情我定当好好完成，只是小东家教认字这个，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小人实在笨拙，第1日学了，第2日就忘了，白费了小东家的许多心思呀。学习这个东西确实是要有些天赋的，强求不来。既然他学不好，那就算了。王时文一听，如释重负。现在已经是6月的天，午时的太阳是十分毒辣的，在地里顶着烈日干活，那滋味他尝试过，相当难受。特别还要在叶丛中穿梭，回去之后还会浑身痒。春晓叮嘱他们尽量早晚去做，避开太阳烈的时候。7月，棉花地到处都是上花下果。严家村全村开始种棉花的事情早就在周边村子传开了，多是说他们抽风的。偶有人过来走动时，对他们种的棉花很是好奇，貌似他们的棉花确实长得不错。春晓时不时会带着幸福或美满去东升家的地里看看。文氏走了以后，徐石柱确实是颓废了些日子，后来一天突然又振作起来，大概是想到了儿子。中旬的时候，又有官差入了村子，接到消息的几户除了哭跟麻木，已经没有更好的宣泄情绪了。好几户人家的妇人年纪轻轻就做了寡妇，可哭又能怎么样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但是孩子还要继续养。他们干活越发的卖力，春晓不知道是出于同情还是无奈，教他们也越发的尽心。7月底的时候，严二妮突然来了。奇怪的是，以往都是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儿子，这次却是一个人来的。来了见面就抱着周氏哭，问什么都是哭，把周氏给整懵了。严炳发正好从镇子上回来，看到他这个样子也是吓了一跳。二妮儿啊，你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你别哭了。别说是严炳发，就连周氏都被哭得有些心慌。到底是出什么事呢？你倒是说呀。他却只是哭不说话。周氏便叫严炳发去地里把家里几个妇人都叫过来。春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严二妮虽然没哭了，
却木呆呆地坐在堂屋。田氏几个走到周氏身边：“娘，姑姑这是咋了？”“不知道啊，问什么也不说，就只是哭，看着不对劲儿啊。二妮，到底是个什么事情？你倒是跟嫂子说说呀！你不说我们怎么帮你？是家里缺钱了？”这还是周氏第一次主动问他缺不缺钱。一听到缺钱二字，严二妮又哭了起来。这一哭把大家又搞愣怔了。“二妮儿，你哭有什么用啊？你有什么事儿你倒是说呀！”严炳发受不了，吼了一声：“大哥，雨晴她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，她不认我这个娘了。”玉晴是严二妮的大闺女，今年应该有27岁了。“为啥呀？”严二妮又哭了一阵儿，哭够了，她抽抽搭搭的用袖子擦了擦鼻涕。“方全死了，当初征丁的时候，他来找我们借钱，我那时刚从你们这儿借了钱回去，再来肯定是来不及。其实家里当时还有10多两银子，结果我那个儿媳妇儿死死守着钱不让借，她哭求了很久，无果就回去了。最后就因为缺那10两银子，女婿上了战场。前几日啊，衙门报丧，他在家中昏了。慕名来找我，我急急忙忙的过去看他，却被他扫把赶出门，说是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。大哥大嫂，你说他怎么这么狠心呢？这母女关系是说断绝就能断绝的吗？二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“你真是糊涂啊！”严炳发叹了口气：“哎，你在家说话，难道还比不上你那个儿媳妇吗？女儿都求上门了，这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你有银子不借，她如何不恨你呀？”“我也没想那么多呀，他们都说上战场又不一定死，这钱送出去了就难回来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当时怎么就狠下心来的？我能怎么办？他怎么能把这个事儿啊全怪在我头上？我10月怀胎生下他，他这说不认就不认了。”“你呀，我说你什么好？你平日不是挺强势的吗？如今这样，都只能怪你自己呀。”严炳发恨铁不成钢。春晓几人与周氏对视一眼，都有些唏嘘。这做女儿的碰到这样的事情，还真是倒霉。见严二妮又开始哭，几人忙上去劝：“姑姑，莫哭了。姑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？他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啊？”“你姑父跟表哥啊，去县城谋生意路子去了，不在家。”这张明远也算是个奇葩，老早就说做生意，这都1年多了，也没见做什么名堂，就知道拿着做生意的幌子四处晃荡。“你表嫂在家，我如今不想看她，我没处去，我只觉得心里苦，便来找你们了。大哥，这事儿啊，你得给我拿个主意呀。你是没见到雨晴那个样子，他是铁了心要跟我断呢。”严炳发沉默了一阵儿：“好了，别哭了。哎，你先住一晚上，明日啊，我跟你嫂子一起陪你去找玉晴，话说开了就好了。你再这样哭啊，顶着个眼泡如何见人呢？不是我说，你那个儿媳呀，不是个好的。”“我早就觉得了。”周氏撇嘴补了一句。严二妮晚上便住了下来。春晓走前，大山跟大河还没有回。严炳发把明日的活计跟他们3个走了一遍，大家各自领了活就回去了。对于张玉晴这个事儿，春晓是十分同情的。若是这事情发生在他身上，怕是也要恨严二妮。所以对于严炳发他们要走的这一遭，
春晓觉得未必有什么效果。那个许氏确实不是个好东西，这等同于救命钱说捏死就捏死，还是对自家大姑子，真是不通人性。也幸好家里没这样的人。听田氏说，三人天刚微亮就走了，严炳发不在，今日便是春晓送货。庄子的水稻已经成熟了，这几日正在收割。春晓去的时候已经收割的差不多了。王时文看到他很高兴。东家，今年的麦子提产了，1亩多了大几十斤呢。等全部打下来，我再给您报数，肯定比去年多不老少呢。姑姑，你看王叔他高兴的眼睛都没了，你还笑话他？你要不要照照镜子，看看你如今的样子？哎呀，我再怎么笑，我也不会笑成他那个样子的。姑姑，你少唬我。东家，这稻米要如何处理啊？是全部脱壳放着，还是卖了？把税粮称出来，放到一边，再留80亩地的稻种，其他的都脱壳放好。麸皮正好可以喂鸡，麦子也是一样，都放起来，暂时不卖。哎，对了，姑姑，前2日有2个人来咱们庄子，说是要收庄子上的棉花，开价是55文。你不在，我没让人进来。他们说他们要见庄子主人要面谈，我便让他们过些时再来。这棉花还真是巧，还没有收成就有人上门收啦。他们怎么知道咱们这处种的是棉花？怕是以前就有生意来往。这庄子以前就是种棉花的。原来如此，那他们再来我该怎么说啊？这事儿不急，我得寻寻外头的棉花价格再说。若是再来，你就说庄子主人不在，你跟他们呢再约一个具体日子，到时候我见见，探探他们的口风。我看啊，这地里的棉花中旬的时候就该摘第1批了。记得让你王叔提前把麻袋买够，这麻袋又不值钱，多买些也无妨，不够的话可就麻烦大了。种子呢单独放到一边，可千万别放混了，这1个月呀，有的你们忙了。忙有啥？我还盼着我的奖金呢。春晓中午吃过饭，又待了一会儿才走。他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跑到了好几个铺子去问新棉的价格。结果人家笑话他，说今年的新棉都没有出来，如何卖？他倒是犯了一回傻，不过还是套到了些有用的消息。这收购价格大概在65文左右，低也低不了几文钱。他心里有了谱，回了家。到家之后就去了田氏那边，结果吃了个闭门羹。田氏下地了，严炳发跟周氏应该还是没有回来。他又转身去了二哥家，结果家里就3个孩子。春晓抱着昌兴逗着他玩，顺便给舒朵跟盼儿讲了个故事，逗得2个孩子开心不已。他又问2人还有没有跟着严琦学字，2人都点头。我们不去他就来，每日还给我们布置课业，像个夫子一样，可严格了。你们得用心学，这样以后给姑姑当帮手。舒朵眼睛一亮，跟淑凤姐那样给你管庄子吗？对于这个事情他羡慕已久。是啊，姑姑以后可能会有第2个、第3个庄子，等你们长大了学好了，就能成为姑姑的得力助手。太好了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学。几人逗着孩子玩了好一阵儿，直到张氏从地里回来。小妹，你看你一来，他们笑的眼睛都没了，他们可是日日盼着你来呢。他从一旁井里打了水，将手洗干净，接过他手中的昌兴，开始给孩子喂奶。他还是只吃奶啊？春晓好奇，他没有养过孩子，对这些并不知晓。姑姑，弟弟他吃米糊，有时候娘不在，我煮米糊他也吃，他能吃1小碗呢。春晓了然地点了点头，看了看时间。爹，娘他们回来了没有？不知道呢，我直接回来的，应该差不多回了吧。等我喂完了，咱们过去看看。不知道姑姑那个事情怎么样了。
我记得玉晴表姐那人挺老实的，这会儿啊，怕是心死便恨上了。咱爹说的对，姑姑她就是糊涂。张氏为了2口孩子，就跟着他去了大山处。严炳发和周氏果然已经回了，却没有看到严二妮，看样子是回去了。娘，如何？你表姐如今太惨了，我去了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。哎，我看你表姐呀，是难认你姑姑了。今日我们去，她还认我们，叫舅舅，叫舅妈，但是死活不肯叫二妮儿。你姑姑啊，又狠哭了一场，我便让她先回去了。这心结呀，不是一时半会儿解得开的。我们今日去了才知道，你表姐他们早就分家了，2口子带着2个儿子，日子还过得去。方权被征丁后，他便带着牧民跟树林艰难度日，总盼着男人能早些回来。谁知道盼来盼去一场空，牧民说他娘先前晕了2日才醒，2个孩子也是可怜瘦骨嶙峋的，我今日看了都觉得于心不忍。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看我们得想想法子帮帮他，不然时间长了，看他今日那个样子，怕是寻短见都有可能啊。不会吧？周氏吓了一跳，还有2个孩子呢。你别不信，今日我是怕你们担心，所以没有讲。我看他的眼神没有什么活气，你没听他说要安顿孩子吗？老头子，你说真的，不会我们一走就出事吧？周氏紧张起来。这2日不会，2个孩子还没有安顿呢，过几天就说不准呢。这傻孩子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？严炳发突然看向春晓。春晓啊，你一向最有主意，你帮帮你表姐，看如何才能让她弃了死志。我今日看她真的是有些不对劲儿。爹，人只有在忙的时候才会忘记许多事情，咱们要做的首先是让他忙，没空东想西想，然后呢，是让他慢慢看到希望，从绝望中走出来。那要如何忙起来啊？这还不简单，不用小妹说我就知道。庄里的棉花地不是忙的吗？不久就要收了，咱把他接过来住一段时间，请他做工，让他忙活地里，可有段日子忙的，保证啊，他没时间想别的。他家地里种的粮食，到了时间去帮忙收了就行。到时候啊，让他看到咱棉花的收成，小妹给他授权，让他种棉花，他不就看到希望了吗？严炳发看了看田氏，又看了看春晓。你嫂子说的这个，你觉得呢？挺好的呀，就是这样。行，那我们明日啊再去一趟，把他接过来先看看再说。至于他跟你姑姑，只能以后慢慢修复关系呢。爹，他要是看到咱家这样，会不会怪咱当初不借银子？张氏小声地问。那不能，当初那种情况，他又没有上咱家来，我们哪能想到那么多的人呢？不至于怪上咱们。你表姐是个讲道理的人，放心好了。严炳发又看向田氏。你去把最边上的房子收拾2间出来，准备给他们母子3个人住。他们若是来了，在家这些日子，要辛苦你好好给2个孩子补补。你们是没有见到啊，那孩子看着都可怜。之前是不知道，若早知道他日子过得苦，逢年过节怎么也会去看上1、2。你姑姑这个人是太粗心了，我知道她重男轻女，在我们跟前她从来没有提到过玉晴。哎，我们也有不是，没有过问过呀。爹，若是他们明日再来，去我那边抓鸡，我那里啊还有好些老母鸡呢。不是说老母鸡汤最补吗？你爱抓几只就抓几只。哎，对了，我那里还有那么些布，若是要做衣裳，也让我拿出去拿。知道了，没有啊就上你那里去拿，你还怕爹跟你客气呢。
严炳发沉着的脸总算是笑了。第2日中午吃过午饭，春晓便拿着一匹粗布一匹细布去了严大山家。没想到周氏他们居然已经回了，几个人正坐在院子的避阴处乘凉。爹，娘，这是表姐吧？那女子抬起头看着他。雨晴啊，这是你春晓表妹，你还记得她吗？你们应该有许多年没有见过了。春晓拿出早上在镇上带回来的一包点心，递到2个孩子面前。喏，表姑请你们吃。小一点的孩子伸了伸瘦弱的手，蓦地又收了回来，看了眼他娘。大的则看着他不说话。春晓突然就鼻子有些酸，他将点心包打开，往2个孩子手上一人塞了一把。吃吧，表姑那处还有，不够再给你们拿。谢谢表姑。谢谢表姑。表姐，我那处有许多布，拿2匹给你们做衣服。你看，孩子身上的衣服都没弦了，鞋子也破了，该做2身了。你们聊着吧，我去地里了啊。严炳发走了。你是嫁到村子里了？张玉晴终于开口了，大概是对春晓产生了好奇。没有，我和离了，在村子落了户，就住在村尾。张玉晴的神情终于有了些波动，嘴巴嗫嚅了一下，终究什么都没有说。他抬头看了看自己所处的院子，突然就哭了起来。雨晴啊，你别哭了，这人死不能复生，日子还是要过的，你要为2个孩子想想。舅妈，我错了，是我的错，我当初为什么要去找我娘？我该来找舅舅，这样方全就不会死，是我害了他呀。悔恨的泪水流出，止也止不住。你也别全怪你娘，她当初也没有钱，跟我们借了20两才过去的，我们也有错，当时应该问问你娘你的状况，当时事情来得急，大家都忽略了。舅妈，你不用替他说好话，他有10来两银子，只是后来又收回去了，在他心里永远都只有他儿子的地位，没有我，他心里没有我。表姐，个人有个人的苦，熬过去就好了。你看看我，当初和离的时候拿着5两银子回家，如今还不是过得好好的。你休息一会儿，去我那处看看吧。我住的偏，但是位置大，我那地里啊还养了许多的鸡，你转转，心情就好了。春晓将手中的布递到他怀里，拿着，我爹说了，来了就多住几天。最近呢，我们要收粮食跟棉花了，正缺人手，你来的也正是时候。说完，他又看向2个孩子，你们俩最近要多吃些，到时候也要帮表姑摘棉花，表姑缺人呢。表姑，我跟弟弟都会干活。是吗？那现在就有个事情要你们帮忙，等会儿你们舅妈要给你们煲鸡汤，她让我抓鸡，但是我那里的鸡跑得太快了，我抓不到，你们去给我帮忙吧，不然晚上就没有鸡汤喝了。2个孩子一听抓了鸡，晚上就能喝鸡汤，忙点头。我们帮你抓。娘，等日头下去，我带表姐去我那里坐坐吧。行，都认认门，不怕以后找不到。申时，春晓便带着张玉晴跟2个孩子去了村尾。你看，是不是很偏啊？找我娘还要走2炷香的时间。我当初要住在这里，他们都觉得不好，后来呀，可是羡慕得不得了，偏一点清静。你一个人圈这么大地住，村里人不说吗？就算是偏也不太可能啊。春晓笑了笑，里头的地我都买了，如今种着棉花呢，你进去就知道了。待会儿你们选了哪只鸡就抓哪只鸡，抓大鸡啊，小鸡就不要抓了。表姑，你养了几只鸡？若是抓走了吃了，岂不是就没有大鸡了？牧明担心地问道。
表姑这里有100多只鸡呢，不怕你抓。映入眼帘的便是开满白花的地头。你有这么多的地？进去吧，进去看看。美满远远地看到他们从地头跑了过来。小姐，咱棉花地的果吐絮了，快成熟了。我看啊，过2日就可以开始摘了。他看到边上的人叫了一声表小姐，这声称呼把张玉晴吓了一跳。表姐，美满是家里人，是买来做活的，还有一个叫幸福，昨晚熬了夜，这会儿在休息。张玉晴指了指地里，那里还有人吧？那是村里人，在我这处做长工的。走，我们到家里坐会儿。春晓，你们家变化真大，许久不来，如今看了我都不敢认。你回村子多久了？这院子、房子还有院墙做得这么大这么好，两人一对比，他觉得自己哪都不是。春晓让美满给2个孩子去拿吃的，然后带他们去抓鸡，他则带着张玉晴坐在堂屋喝茶。也就是前年冬天的事，那个时候啊，住在这屋，这里都还是破旧的茅草房，我爹跟我哥他们帮着修的住过来的。那会儿大家条件都不好，后来做了一些小生意，才慢慢好了。棉花呢，也是去年才开始种的。张玉晴有些拘谨地拿过茶杯，又看了看屋子。真好。表姐，我那个时候也觉得前路渺茫，但是我始终相信，没了男人，我照样能过得好。你看，如今我们家不就越过越好？人都要向前看。或许你的父母对你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，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是要靠自己。你可能觉得我如今这样，肯定是得了家里人的助力，是，没错。但是他们同样得了我的助力，靠的还是自己，你明白吗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什么都不会。很多东西不会可以学，我与我父母不一样，说话喜欢明了。我不妨直接告诉你，我爹接你过来，是看出了你有轻生的念头。说到这里，他明显看到张玉晴的身子颤了一下。先不说他猜的对不对，我且问你，你死了能让谁痛快？痛到你娘吗？是，姑姑她确实有错，但是她能心疼你，那说明她还是在乎你的。你哥你嫂子会心疼你吗？最后可怜的还不是你的2个孩子。表姐，死很容易，但是活着不容易。春晓很少这样语重心长地跟人说话，他一直觉得自己并不会安慰人，但是看到张玉晴这个样子，他不得不说上2句。总之，你多想想吧。你既然来了，就给我们帮忙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这地里这么多棉花，2边庄子里也都是棉花，够你们忙的了。张玉晴半天没有说话，2人一起空坐了许久，最后他终于抬起了头。春晓，谢谢你，你说的我记下了。没一会儿，2个孩子就抱着鸡回来了，神情十分的兴奋。娘，表姑，你们看，我们抓到鸡了。见2人额头都出了汗，张玉晴忙给他们擦了擦，终于露出了来到这里的第一个笑脸。你看看你们抓这么大的一只鸡，这怕是你表姑家下蛋的鸡，赶紧放了。可是这位姑姑说可以抓。可以抓，可以抓。等会儿啊，你们负责把他们拎回去给舅妈，让她煮给你们吃。这怎么使得？表姐，这是我给孩子们的，你看他们瘦的，这鸡也养了许久了，该杀了。表姑，我可以跟弟弟去院子外头玩吗？你院子真大。去玩吧，我这屋后头还有2棵橘子树，都结果子了，只是还没有熟，你们可以去瞧瞧。真的吗？那我去看看。张玉晴看着2个孩子蹦着跑了。表姐，你看他们都有朝气啊，好好教养，以后大了定能出息。家里如今有几亩地，种的什么？
是不是要收割了？家里原本是分了2亩地的，如今只剩下1亩了，种的稻子这2日就要收割了。呀，那得跟爹说啊，让他们去把稻子收割了，之后你才能在咱们家一心一意的干活啊。我们家的活啊特别多，表姐，你可不能被吓跑了。张玉晴笑了，总算是笑了。走吧，我也带你前前后后看看我这处。春晓带着他每个屋子看了看，又带他去了院子外面。春晓，你种这么多的棉花，你可真厉害，这能挣不少的钱吧？是能挣不少，我们村啊，如今都种棉花呢。等过了9月就知道种棉花划算不划算。我们那处没人种棉花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棉花，这棉花不好种吧？很是麻烦，以后你种了就知道了。这会儿天气热，就到了鸡圈处休息。2个小的从屋里出来后，就到了棉花地，没一会儿就抓了几条虫出来喂鸡。你们2个别跑了，一身的汗。我这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要不我带你到我二嫂家转转吧。她年初生了个小娃娃，舒朵、盼儿，跟你家2个小子差不多大，能玩到一块儿也有个伴儿。说着就带人去了严大河家。张氏不在，舒朵见春晓带人过来，叫了声姑姑，又看向后面的人。朵儿，她是表姑，这2个是你表哥跟表弟，盼儿要叫表哥。2个小姑娘站直了身子，乖巧地叫了人。小男孩见到他们，刚开始有些害羞，躲在了母亲身后。表哥，你是不是去姑姑家抓的鸡？舒朵指了指牧明手上的鸡，牧明老实点头。表姑说让抓了给舅妈煲汤的，我就抓了。他们2个生得真水灵，我记得表嫂家有3个孩子的，今日没看到。舒文在大哥二哥家的庄子管事，舒凤也管事去了，小七上私塾了，傍晚才回。他们小小年纪都好本事。春晓，不是说有很多活要做的吗？要如何做？要不你先教教我，到时候不会出错。表姐，不急，到时候做什么有人带的，跟着做就行了。今日咱们先熟悉熟悉环境，咱心态调节好了，做什么都不怕。我还要回去跟我爹说说你那1亩地收成的事情呢。朵儿、盼儿，等会儿你们娘回了，让她带你们去大伯家，就说奶奶说让今天都去大伯家吃饭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姑姑，你刚来就要走吗？我知道你们想听故事，姑姑以后有空再跟你们讲。哎，对了，表哥他们最近都住在大伯家，你们若是无聊，可以找表哥他们一起玩，他们对村子不熟，你带他们呀多转转。知道了，姑姑。周氏和严炳发也不知道春晓是如何开导的张玉晴，只知道他回去后眼神就不一样了，至少不再死气沉沉，也愿意说话了。对于这点，田氏也尤为佩服，他觉得春晓真是做什么都行。第3日，严大山跟严大河就带着张玉晴跟2个孩子去了庄子，名义上是去让他们干活，实则也是带着他们转转换换心情。毕竟棉花采摘还要大几10日的时间。6号这日去送货，黄明鹤回来了，主动找他提了分成的事儿。这一次他得到了1733两。再次拿到17张银票，他心里美得冒泡。这世上最不愁的就是银子多。他表姐如今日日跟着去庄子，与做长工的几个妇人也混熟了，一日比一日开心。12日这天，春晓见了之前谈价要收棉花的2个客商。2人从踏进庄子的第一眼就看出这棉花产量不一般，他们原本也是种地起家的。严东家，你这地里的出息几何呀？顾老板，你看看我这棉花地，觉得出息该有几何？严东家，你这地里盛况如此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这我可猜不出来，你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方法不成啊？据我收棉数十载经验，还从来没有看过1亩地里开这么多花的。
确实是夸张啊，前所未见。两人都新奇不已。确实是用了一些特殊的种植手法，不过一点小技巧而已。二位老板，既然是为了收棉花，那就坐下来谈吧。几人走到课堂坐了下来，姓顾的商人看着他笑了笑。外头的价格如何相比，我也不用多少。您二位上次与我侄女说的价可不是什么实诚价，要收还得出个实诚价来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这地里的出息可不会少，若不诚心，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严东家，你不知道，如今棉花的价格虽好，但是出去卖是有极大风险的，动不动就会被收缴。我们自然是要摊点风险出去的。这样吧，你这里棉花多，也省了我许多功夫，我也是诚心想收，给你提到60文一斤，如何？60文。春晓笑了笑。陈棉都是这个价格，您二位还说自己是诚心想收，我看着诚心打折了吧？我就直说吧，低于70文钱我不卖。两人对视一眼。去年我们就卖过棉花，当时把棉花拉到同州那边，卖可是卖到了2000银子。这中间你们挣多少我就不说了，毕竟那是你们的本事。今年呢，我不想折腾跑那么大老远，70文，你们收就收，不收我就找下家了。两人见他神色淡然，就知道他定是在心中早就定好了。咱做生意原本就是讨价还价，和气生财嘛。既然严东家对行情都清楚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按你说的70文一斤。9月末呀，我们来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如何？行，那我就恭候二位了。生意谈妥，春晓心中松了口气。虽然没有之前赚得多，但是起码稳定安全，不用担惊受怕的折腾了。他是懂知足的人，只要能赚银子够吃喝就可以了，没必要一定一口吃成个胖子。8月中旬的时候，棉花终于开始采摘了。周氏、田氏、张氏都到春晓的地里帮忙。村里有些人为了早点知道1亩地的产量，有些自发的也跑去帮忙。一时之间，村委热闹非凡。但是此时却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府衙发了通告，说今年的税粮提税了。往年麦子跟水稻1亩税粮是40斤，今年增加到50斤。棉花的税粮由20斤增加到30斤。一时间民怨沸起，虽有怨言，但是官府发的通告他们又不能违抗，只能默默地收下。好在严家村今年的粮食产量或多或少的都提了，这提了的部分就当抵税粮了。到了9月，村里的棉花也终于开始吐絮了，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。9月中旬，庄子里的棉花已经基本上采摘完成，收棉花的客商也上了门，只是他们这次登门却不是为了收棉花，而是来致歉的。严东家，不是我们不遵守承诺，只是贵县昨日发了通告，这粮食、棉麻这些一律不允许自由买卖，只能卖给县城的通源商行。这通告怕是不日就要下发下来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了这笔买卖呀。两人也是一脸的惋惜。这通源商行是个什么来头？是县府的产业？多半是府衙的产业吧，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派头？这个我们也不清楚，我们就是过来致个歉，若是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合作。劳烦二位跑这一趟了，既然不是你们不守约定，那也不用致歉，盼日后有机会。姑姑，如今怎么办啊？淑凤看着走远的两个人，这通源商行怎么这么能耐？这全县的粮食这些都卖给他，他收得了吗？不管如何，咱棉花收好，除了种子放在仓库，卖不卖都到时候再说。这个通告没有下来，真假还有待查证。
他刚这么想着，结果第二日通告就下来了，说法跟着2个货商如出一辙。晚上家里人都回了家，他把大家都聚了起来，说了这个事情。大家也都好奇这个商行是个什么来头。他收价如何呀？若是收价不错，那无妨，不过是要出些路费而已。春晓却觉得这事情或许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如今村里都开始收棉花了，到月底我们要把村里的棉花全收了。这个事情怕是大哥跟二哥要去城里打听一下，看看这通源商行是个什么背景，收价如何。我去吧，县城我去过几回，也熟了，我快去快回。第二日，严大山早早就出发了。中午的时候，衙门的人进了村，大家都吓了一跳，知道是来收税粮的，反而松了好大一口气。收粮总比报丧强，这回各家都把要交的部分自觉地交齐了，惹得拉货的差爷连连称奇。去别的村子抱怨颇多，你们倒是自觉，若都像你们这样，我们也不会恶语相向，你好我好的事儿。哎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村里人都是顶老实的，上头说什么都配合。哎，这才像话，吵嚷半天挨了打，最后还不是要把粮交上。你这个理政啊当得不错，我肯定会跟上头好好反映反映。衙门的人满意的赶着车拉着东西走了，人刚走，后头就一阵呸呸声。整日就知道压榨，什么东西？好了好了，都回家吧别聚在这里了。李正将人轰散了，又去了自家的棉花地。严大山是第二日傍晚回的，回来的时候很是气愤，大骂县令是个狗官，吓得严炳发立马上前捂住了他的嘴。春晓来的时候，就看到大家一个个神色不愉。是不是坏消息？他早有预感。那个同源商行幕后的老板是县令的小舅子，给的价格低不说，前期还不给钱。我问了问，小麦跟稻米都是10文一斤的价格收，棉花售价是45文，收过来之后要过2个月才能支付银钱。如今县城里骂他们的人多了去了。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？利用权势空手套白狼，这真是无耻到家了。这价格比以前的收价还低呀。我一路上听了许多县令的事儿，下半年收粮的事儿知道吧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，只是如今更加变本加厉。哎呀，咱们这父母官就是个狗官。那咱们这么些棉花可怎么办呢？45文一斤卖，可太憋屈了。45文，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卖的，大不了放着。春晓说的斩钉截铁。你这是孩子话，这不卖放到明年就是陈棉了，到时候是个什么价就更不好说了。还有村里人的棉花，如今这个情形，咱是不是就不要收了？娘，这不成，原本签契约就说好了，都抵50文收，不管外头如何，这村里的棉花必须得收。他又看向了严大山。大哥，若是我们不在本地卖，卖出去不就得了？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如今城门查得严，这些是不允许运出的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些狗官就只知道盘剥百姓，怎么就没有人上告？谁说没人上告啊？我在县城里就听人谈论过，有一个粮商就打算上告，被发现后如今还在大牢里面待着呢。都说民不与官斗，那斗是肯定斗不过的。看样子只能过一段时间再看了。张玉晴在大山家待了这么些日子，对他们家的情况已经基本清楚了，知道的越多，他是越发惊叹。他如今知道了，严家有今日的出息，全部都是因为春晓，与他之前所想的完全相反。如今全村人种棉花，也都是因为春晓。有妇人与他算了一笔账，他们家今年种了3亩地的棉花，抵交税后最低200斤亩产算，得银就有30两，抵以前种10多亩粮食了。他这才知道，1亩地棉花居然这样挣钱，
也难怪舅舅与他说让他明年种棉花，就算他只有1亩地，也能有10两银子，养孩子够了。从这个过程中，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他想到时候跟舅舅借10两，再买2亩地，有3亩地，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。2个孩子如今在这边，虽然日日帮着干活挑棉种，但是每日吃好睡好，很是开心。严炳发隔几日就给2个孩子弄肉吃，让张玉清觉得十分的不好意思。周氏让他好好住着，等家里的活干完了再放他回去。日子一天一天的在忙碌之中过去。月底的时候，庄子里的棉花全部都收完了，大家开始拔棉枝。村子里的棉花也收了几茬了。春晓与李正还有村里人说好，为了确保每一家的棉花都不落下，他决定在10月底的最后一天集中收棉，到时候大家把棉花收集好送过来就可以了。但是前提是肯定是除干净了棉籽。大家得到了他的准话，自然是欣喜异常，这代表银子已经有半边装进自己的口袋了。各家都在测算自家到时候该得多少钱，越算越高兴，越算越兴奋，有的家里居然夜里都睡不着了。选10月的最后一天，春晓也是有用意的。10月底是分成的日子，若棉花压在了家里，那分成的银子就让酒楼给散银，他手上还有400多两散银，应该差不多可以应付了。严大山跟严大河最近却很焦躁，这好不容易种了这么多的好棉花，结果因为一个狗县令，卖也不能卖。主要是他们不想便宜了那个狗官，若是卖给他，那他们辛辛苦苦种的棉花变成了他们得利的好东西，这让他们如何甘心？就像春晓说的，宁愿放着也不卖，但是真不卖，他们更加不甘心。这一日日的头发都被揪掉了不少，他们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一定得想办法。于是到了10月，他们隔几日就去一趟县城，隔几日就去一趟县城，但是每次都是怀着希望去的，骂骂咧咧的回来。我算是知道以前的人呐，为什么动不动就要造反的，都是被逼的。对于严大河的大言不惭，严炳发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大反应，他自己心里也把狗官骂了个遍。春晓家这种焦虑，村里人自然是不知道的，他们都一心盼着月底拿棉花换银子。15号这日，天下起了小雨，一家人围在一起没精打采，幸福却突然跑了过来。小姐，庄子那边的王管事来了，说要找您。春晓心里一个咯噔，王时文怎么会来？何况天还下着小雨，若不是要紧事，他是万万不会来的。他拿了一个斗笠就跑了回去，家里人也都站了起来。爹，我过去瞧瞧啊。严大山也跟了过去。春晓见到王时文时，对方正在院子里焦急地踱着步，见到他立马迎了上去。东家，不好了，咱庄子来了好多的官兵啊！官兵来做什么？春晓大惊，难不成县令那边公然打劫庄子？你一个人来，淑凤人呢？若是打劫，那淑凤岂不是很危险？走，赶紧走！大山很快跟在后面来了。是庄子出事了吗？他说庄子里来了很多官兵过来报信的，如今淑凤一个人在那边，我有些担心。大山见他们的车要出发，也坐了上去。春晓让王时文将车赶快些，这该死的天气偏偏下雨。两人一路沉默，都是心中焦急，对于今日的事大惑不解。他们都是正经农户，都是按规矩交税粮，除了收成没有卖，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得罪官府的地方。车子虽然赶得快，但是到庄子的时候也过了1个多时辰。几人进了庄子，果然在门口的门廊下看到一排的士兵，春晓都吓了一跳，赶车的王时文更加。对方看到他们并没有动作，依旧站得规规矩矩。春晓让王时文不要停，继续往里走。
到了院门口，二人才下了车，急急忙忙地往课堂走。一路心急火燎，他想着发生各种事情的应对之策。严大山也紧张地跟在后面，却在到堂屋门口时傻了眼，就见淑凤跟一个壮汉聊得正欢。什么情况？春晓忙走了进来，淑凤忙站了起来。胡领君，这就是庄子的主人，我姑姑严春晓。春晓看了眼淑凤，对着那壮汉行了一个礼。胡领君，不知胡领君今日带兵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我侄女儿她年纪尚轻，怠慢之处还望不要计较。大山也上前行了个礼，淑凤忙走到他们跟前。姑姑，爹，今日胡领君是为了来收棉花来了。你们知道是谁要来的吗？是东升哥。东升？两人都讶异了。东升不是去打仗去了吗？严东家，我们是何键大将军的部下，这次是奉命出来采购兵需，现在北方缺棉，徐领军说你这里有好棉花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过来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这里有他给你的一封信。那壮汉从胸口掏出了一封信。他说你看了会给我们一个便宜的价格。姑姑，我跟几个婶子说好了，让他们备饭去了。等会儿几位兵大哥就在咱们庄子里吃饭。淑凤，不要无礼，人家是大人，怎么能叫兵大哥？严大山对官兵都有些怵，这些人是战场杀敌的，有威严加身。无妨无妨，既然是徐领军的故人，那便是自家人，自家人不用客气。春晓在一旁凳子坐下，打开了信件，没过多久就笑着收了信。既然是与东升一起来的，您若是要，我自然全给您；不若，您带着前头那些小兄弟去用个饭，外头怪冷的，等你们吃饱了，咱们再好好算算如何？原本是不合规矩的，不过既然是在自家人家了，那便自在些，随你们安排好了。春晓叫来王时文，让他带着几位军爷去吃饭。刚刚来得及，连蓑衣都没来得及取下。这会儿人离开了堂屋，春晓他们才将蓑衣脱下放在了一旁。春晓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他们说的徐领军难道是东升不成？正是东升。真的，东升哥居然做官了。爹，咱身边有人做官了。你别嚷嚷，让你姑姑把话给说完。东升以前不是有点打猎功夫吗？进了军营之后啊，很快就去了先头营，后来作战的时候给敌人打埋伏，立了战功，如今已经是个小头目了。这位胡领军与他同级，只不过他负责后勤，两个人平时比较说得上话。这回知道他们采购军需的单子里面有棉花，而且数量多，任务重，他便让人上咱们这处来了，算是帮咱们忙，也帮人家的忙。那这棉花的卖价如何定？这怕是不能卖高了吧？这个东升也有说。说到这儿，春晓不经意地笑了笑。他说军营采购底价是100文，让我们适当的优惠一些就成，不用优惠太多。这是把底价都给他了，让他看情况宰呀。100文这么高？大山吃惊，就县城那个什么通源商行才给45文，可见有多黑心呐。春晓做了个嘘声的手势，让他们不要声张。大山忙捂了捂嘴。那春晓，你准备卖多少钱呢？大哥，东升在军营不容易，如今还想着给我们拉生意，咱们怎么都得帮一把。就卖75文，我们也不亏。原本呢，客商来，我们就是卖75文的，如今也一样，这算是解了我们的难题了。他又看向了淑凤。你去啊，把寄棉花粮食的账册拿过来。淑凤走后，他在心里筹算了一番。大哥，庄子里的棉花总共有多少？25000斤左右。他地里有24000多斤，村子里大概有4-5万斤左右，这就有7万到8万多斤了。
再加上这边的，总共有10多万斤，也不知道这个胡领军要多少。淑凤很快把账本拿过来了，庄子的棉花有3万9千斤，这可是很大的量了，运送都有问题。很快，那个胡领军就吃完了饭过来，样子很是高兴。多谢严东家的款待了，咱还是说正事儿吧啊！这棉花你们有多少？你这个侄女啊是个鬼灵精，你不在，她与我扯东扯西，不谈正事儿，估计怕我拿了你们的棉花不给钱。你们呐放心好了，我们呐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胡领军，我的棉花有不少，你们要多少啊？对方一听，又哈哈笑了起来。自然是越多越好啊！你能有多少？我要收30万斤呐！春晓没想到军营出马如此的大手笔。胡领军，是我短浅了，30万我们可没有，我们总共也就不到12万斤的样子。对方听了眼睛一亮。当真？你们当真有这么多？若有这么多，倒是省了我们不少的麻烦。那严东家准备卖我们什么价？春晓看了眼旁边的严大山，对着壮汉笑了笑。既然是东升的朋友，那我自然是给您最优惠的价格。胡领军，您觉得75文如何？好，严东家果然够意思，就75文。看得出这个价格他十分的满意。春晓看了看外头的天气，这买卖定下来容易，只是这天气下雨，这么多的棉花要如何运送好，怕是不易。严东家放心吧，明日就是好天气，我给你们2日时间把棉花准备好，大后日我带人来交钱收棉。说完带着人冒着雨潇洒地走了。春晓此刻心里简直乐开了花，愁了这许久的事情竟然就这么快解决了。他抱着淑凤转了一圈，淑凤也笑了起来。姑姑，你就这么开心啊？他自己同样笑得咧开了嘴。开心啊，当然开心，这下什么都解决了。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刚来吓得我够呛，没想到竟然是好事。他突然皱了皱眉。哎，春晓啊，这东升肯定还不知道他娘的事儿，这咱要不要告诉他呀？春晓一愣，才想起了文氏的事。哎，这个还是回去问问石柱叔的意见吧。不过他若是知道东升如今的情况，怕是要高兴的睡不着觉了。大哥，不行，咱们得快些回去，就2日的准备时间，明日要收货又要送货，可有的忙了。时间紧急，跟淑凤匆匆道了别，又吩咐王时文明日若是不下雨，一早找几个庄子的人，把剩下的牛全部套上牛车，去村子里帮忙拿货，并让他们记得带几百个麻袋过去。他则坐上牛车，跟大山一起急匆匆地回去了。雨不大，明日是晴是雨，还真是说不准。2人一路急赶回了村子，刚进家门就被一堆人给围住了。怎么了？是庄子出事了？我们过去，他们说你们已经走了，说什么庄子来了官兵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啊？哎呀，急死个人了！你们就这样回来了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啊？春晓与严大山对视一笑。爹娘，别担心，好事儿。大家都吃了一惊，不过焦急的心情因为这句话一下子就放松下来。好事儿？官兵来了还能有好事儿啊？官兵去庄子是来收棉花的，咱们的棉花要卖出去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好事？真的？他们多少钱收啊？不会是县令那边的人吧？严大和不放心地问道。不是，他们是军营的，谈好了75文1斤，是东升介绍过来的人。大家都一脸莫名地看向严大山。东升？严大山点点头。
他如今在军营做了官儿，让军营的人上咱们这儿来买棉花的，人家要的量大，把咱们的全收了也不够数。明日若是不下雨啊，周家庄的棉花都要运到春晓庄子里面去，村子里的棉花也要收了。我的个乖乖，东升这是有大出息了呀，定是他娘在天有灵保佑的他。太好了，咱棉花有出路了。这县城的棉花不是不让出去吗？他们这些棉花怎么弄出去？别到时候弄不出去再退给咱，空欢喜一场。田氏总觉得不踏实。不会的，大嫂，军需品若是县官敢拦，那他这个县官啊，怕是做到头了，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。这么厉害？你知不知道，那些军营的人啊，都是可以先斩后奏的，在外头谁都会让他们3分。那就好，田氏总算是放心了。大家此刻的心情都有些欢呼雀跃，没想到愁了这么久的事情竟然就这么解决了，真是老天都在帮他们。春晓与家中人说好了安排，便跟着严大山去了徐石柱家，告诉了他东升的近况。徐石柱听后十分的激动，没想到儿子居然如此出息，可惜文氏听不到了。当问到要不要告诉东升文氏的事情时，他摇了摇头，说就带个口信儿，就说家中一切都好就行了。春晓知道他的用心，无非是希望东升在军营心无杂念的好好干。他觉得如果换作是他，大概也会选择不说。第2日，天果然晴了。王世文一清早就带着人赶着牛车过来了。村里人虽然看热闹，却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。把麻袋卸下后，春晓便让他们跟着大山他们的牛车去了周家村，家里的牛全部套了车赶过去。他则找到李正，让李正通知村里人今日收棉花，所有人赶紧将棉花送到他家过秤，没有好麻袋的速来家里领，银钱3日后结算。这个通知十分的突然，村里一下子风动起来，一时之间到处都是借板车的人。春晓家里人包括张玉琴还有孩子都跑到了村委帮忙。舒朵帮着春晓记各家的称重数量，其他人则负责把棉花转运到标准麻袋里，这样称还有放都比袋子大大小小的方便许多。到了申时时，庄子里的牛车都回来了，那边连运了3趟，总算是运完了。趁着还有时间，他们又将春晓处收的棉花装了11车送去了庄子。第2日又继续忙了整整1日，总算是将全部的棉花全运了过去。田氏娘家的棉花早就送到了大山处，早在第1趟的时候就全部运了过去。村里人因此也知道了，春晓原来在陆村还有一个超级大的庄子。什么叫深藏不露？春晓这种就是了。他们对严春晓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女人靠着自己居然能挣这么大的一份家财。第3日，严家人全体去了陆庄，10多万斤的棉花搬都不知道要搬多久，不知道那个胡领军要带多少车来运才运得走。春晓还想着实在不行就让人家分2趟，没想到他们早上一来，发现人家直接来了一个车队，把整个陆村的路都给堵死了，看样子有100-200辆，场面真是壮观。他们的车都是在中间穿行了许久，好不容易才进了村子。这么多的兵士带着刀聚在路上，吓得附近村的人都不敢露头。这阵仗还真是打仗出身才有的规格。严东家，棉花准备好了没？胡领军看到他们便迎了过来，搞得春晓都以为他才是庄子的主人，居然来得这么早。胡领军，您来的可真早，这些是我的家人，都是过来帮忙的，棉花已经准备好了。不早不行啊，东西多，装了直接就出发了。那咱们就开始验货过秤吧。说完，他招呼过来一队兵士，跟着庄子的众人去了库房。这些兵士的手里都有一杆大秤，严家人帮忙把东西搬出来，有专门的兵士分组查看，有专门过秤的，一看就是采购的老手。
庄子的下人都过来帮忙装车。就这样，整整大半日的时间，棉花总算是装完了，整整装了160车。春晓正在纸上算账，胡领军突然笑嘻嘻地凑了过来。严东家，我看你这庄子里啊，也不单单只种棉花，你那库房里还有那么些粮食呢。你看，我今日带的车呀，还有30多的空车，不然你们把那粮食也卖给我呗，我给你一个好价。春晓看着他有些不解。胡领军，我虽是个妇人，但我也知道，这朝廷打仗，这粮食自然有朝廷派，哪里用得上你们自己采买？这东家就有所不知了，朝廷是派粮，但是只是隔一段时间派一次，保证不会无米下锅。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军需官那边派人采购的，不然盼着朝廷的粮食，若是哪日断了，前线士兵不得活活饿死，都是粮手准备的。原来如此，胡领军想要粮食，那我无论如何都是要让一部分给你的。这样，除了留种的部分，大米呢，我自留5000斤，麦子卖你1万斤好了。您看，我庄子里有这么些人，家里也有这么些人，我总得给自己留1年的口粮，一对不测，您说是不是？粮食这么多，总是要卖些的。胡领军哈哈笑了出来。东家果然是个难得的明白爽快人呐。哈哈，行，就按你说的，我给你15文1斤。于是大家又开始验收搬运大米跟麦子，最后到傍晚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人总算是走了。春晓拿着一叠银票在桌前算账，大家都累得够呛，躺倒在凳子上一动也不想动。200来车的东西，我今日怕是搬了大几千斤的货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动不了了，我。今日大家都辛苦了。爹娘，你们还好吧？我们只是跟着验收，没怎么搬，还好，只是站久了腰酸是难免的。舒文正在给他娘捏胳膊，看到一旁的舒凤也瘫着。你今日跟着姑姑一起算账，又没有做体力活，你累什么？舒凤一下子坐起来。你以为算账不累啊？我脑子这会儿都不好使了，我又没有姑姑她脑子转得快。哎呀，我这脑子今日可是干了大活了。舒朵抱着昌兴在一旁笑，盼儿正在给张氏捶腿。今日昌兴倒是乖，也没有闹。周氏走过去抱起孩子。我们小昌兴今日也是跟着一起见过世面呢，怎么样，好不好玩？他今日可开心了，到处看。都这个时辰了，等会儿回去，天该黑了。不怕，雨晴他们在家看家，来的时候就说了，今日回去会晚，他知道的。哎呀，我这腰酸背疼的，等会儿可不敢牛车了。等会儿啊，让幸福跟美满他们赶吧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好意思说这个话？周氏嗤笑了一声。你看看你妹妹手上的东西，立马就来精神了。春晓，你咋的还没有算完呢？大河这话一出，立马感受到了四周凉飕飕的目光，他立马闭了嘴。咋了？他算账呢，你不要打扰他。二叔，你是不知道，这算账的人啊，一被打岔又得从头来。就是二叔，不行你去试试。你躺你的，又没人说你，你好好的叫他做什么？他就问了一句，结果遭到了群攻。大河乖乖的闭了嘴，大家在下面小声的说着话。哎呀，好了，算完了。春晓放下了笔，高兴的看向大家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先给大家报报账。大家一下子就精神了，纷纷坐好，盼儿规矩的站到一边。我自己的就不报了，我就报报你们的吧。大家各自记好自己的数，回去跟我领银子。今日那个胡领军给了他9张1000两一张的银票，还给了他1箱250两的碎银子。这些银票都是通兑通取，让他放心使用。
1000两一张的银票，他自己拿着都有些手抖，更何况他的家里人。所以他决定将自己那部分模糊处理，大家自己挣了大钱，高兴就好。先说大哥家的，大哥家的棉花总计12477斤，得银928.275两。900多两！田氏一下子捂住了嘴，大家看着他，示意他不要打岔，个个都一脸激动地看着春晓，让他继续。大嫂嫂娘家的棉有1247斤，得银是93.525两，总共是1021.8两。大哥，数记好，明早跟我拿钱。好。大山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了，1000多两啊！大嫂娘家的棉，你们要按多少钱收，你们自己定，这部分我就不掺和了。村里人的，我按55文一斤收，一斤赚他们20文，我觉得可以了，就给他们提价5文钱，大家都高兴。这果真是个好主意，就这差价，他就赚了接近快1000两了。接下来说二哥家的，二哥家的棉花是12503斤，得银是930.255两，明天来拿钱。他看到大家默默高兴，不说话。好啦，明日我还要给村里各户算钱，你们早点过来，我今晚回去就给你们把钱准备好。大家见他说完，立马就热烈地讨论起来。咱留100斤棉花是不是太多了？这若是卖了，还能多得7两多银子呢。不多，咱都只留了100斤。我看春晓他留了300斤呢，自己总是要用的吧？不留，难道用的时候去买吗？你别看村里人舍不得，我听说这回大部分人都给自家留了些。妈呀，我们这转手就有了1000多两银子的家财。媳妇儿，你掐我一把。你看看你妹妹，再看看你，她大几千的家财都没有像你这样的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。娘，咱家是不是要发财了？以后没人敢欺负咱了。春晓啊，我看你收的银子就1小箱，其他的莫不都是银票啊？严炳发对他手上的纸产生了好奇。是啊，都是大额的银票，出去也能用。爹，给您瞧瞧，您还没见过银票吧？他从夹层掏出一张，这上头画的倒是挺好看的，印章也不少。这一张多少钱呢？1000两。拿着票子的严炳发果然手抖了，忙将银票递给了一旁的大山。你好生拿着，可千万别撕破了。大家一时之间都不敢拿了。银票从各个人手上过了几秒，最后又回到了春晓手里。小妹，你还是收好吧，这一张就顶我们1年的收成了。春晓，你不会给我一张1000两的吧？这存起来是方便，但是它用起来不方便啊。能不能把它给换开？这我若是拿着，我日日都得担心它掉了或者坏了咋整啊？严大山看着银票皱了皱眉。放心吧，不给你们这么大额的，所以我说让你们明日跟我拿钱啊，不然我准备啥？爷爷，咱家如今又有钱了，是不是又可以买地了？地呀，肯定是要买，只是这地要上哪儿买呀？若是能再买一个春晓那边一样的庄子就好了。我看难，小妹那庄子在咱附近可不好找了。这也急不来呀，咱慢慢寻摸。那周家村的地不就是寻摸来的吗？明日去镇上送货，我跟牙行先打个招呼。爹，我如今只要想到日后1年能进900两银子，我这心就扑通扑通的跳呢。田氏今日可真是激动坏了。所以说呀，这买地怎么都不亏的。大家今日着实被刺激了一把。春晓身上揣着9000两的银子，心里也在琢磨着要再做些什么好。他看了看外头的天，咱们该走了，晚上我还要算村里的账，
他看向淑凤：“今日您就跟我们一起回吧。如今庄稼都收了，这棉花地没事了，暂时是不忙了。”淑凤正有这个意思，忙点了点头。春晓叫来王世文，让他安排庄子里的伙计休息几日，后头有活再慢慢做，又让他去镇子上多买几斤肉给大家加餐，告诉他自己过几日得空了再来。一群人赶着2辆牛车出了村子，赶车的依旧是大山跟大河。虽然时间很晚了，晚上的冷风吹到身上也冷，但是大家个个心头火热。第2日一早，严大河去送货，严家人一早就过来了，都知道今日要给村里人发银子。春晓先把2家的钱给了他们。小妹，你这么快就换好钱了？这是100两1张的银票。田氏新奇，张氏也拿起来左右看，其他人也凑过去。与对待1000两1张的银票态度不同，这100两1张的，他们还是很容易接受的。是啊，你们可以试着拿1张去镇上用着试试，应该是都能用的。疯了吧？谁会没事拿100两出去晃的？收好收好，都赶紧收好。过了没多久，李正就带着村里各户的代表过来了，大家规矩地排起了队，一直排到了篱笆外头。这是昨日严炳发通知的李正，让他组织村里人去领钱。大家一个个喜笑颜开，脸上的笑意挡都挡不住。春晓也不墨迹，直接拿出了册子给大家发银子。首先自然是李正家的，李正家卖的2400斤，春晓给了他132两，其中有1张100两的银票。为何会是132两啊？我算的可是120两。虽然多得了钱是好事儿，但是他又怕春晓一个丫头算读不精，算错了数量。春晓看了看后头的人，故意提高了声音：李正，你算的是50文1斤，自然是120两。但是这次我给大家呢，按55文钱1斤收的，所以是132两。后面的人一听就躁动了，这1斤多了5文钱，1亩地就多了1两多银子，这是大好事儿啊！李正高兴地收了钱，帮忙在一旁维持秩序。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散银，严家人便在一旁协调，几家一起发银票，并告诉他们，若实在不方便拆银票，让他们11月初过来换，到时候他们会换碎银子过来，这也是春晓说的。大家自然是没有意见，人家做到这一步，已经是很为大家着想了。东升家、方婶家还有望祖家都过来了。今日对村里人来说，比过年都要热闹高兴。村里最少的种1亩，多的像李正家种10亩，所以最少都有10两银子以上的收入，这是以前从来不敢想的。好些人拿了钱过来跟春晓打商量，说想用钱再置些地，问欠的银子能不能还还。春晓爽快的就答应了，说之前就说过，他们手头宽裕了再还，只要不是真想赖账就行，可以宽限到明年丰收。大家这下真是彻底的开心了，拿了钱纷纷去找李正要买地。李正也犯愁，村里如今本来就没地，有一块还是镇里的，他自己还想买地呢。分完了大家的钱，家里人就各自回家了。春晓关了门，开始自己在家数钱对账。之前差不多攒了一大箱子的碎银子，今日都用得差不多了。他拿着那9张1000两的银票跟9张100两的银票，再加上20几两的碎银子，天哪，他这都有9900两了，马上就成为万元户了。明天是分账的日子，那钱在另一个小箱子里装着，他没有动。月底又有分成，他从来都没有觉得钱来得这么容易。他将9800两的银票放进了墙上暗格箱子里，留了100多两的银子在外头。第2天，他主动跟着大河去送货，找到黄明鹤，跟他说月底分成他要现银。黄明鹤有些吃惊，你要那么多的现银做什么？我怕是要弄2个箱子给你装呢。
黄老板不会是2个箱子都舍不得吧？还能白得2个箱子，倒是意外之喜。哈哈，严姑娘把我想的也太小气了些，不就是2个箱子吗？我给你送2个结实的都行。春晓谢过。你不会又在跟他谈生意吧？大河一脸的探究，每回他们在里面说事儿，那事情就不简单。我让他帮我办些东西，月底给我。二哥，你到时候记得帮我抬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哼，还跟我玩神秘呢。大河笑着赶着牛车走了。村里人如今看见春晓就跟看见菩萨一样，个个都恨不得把他捧着，都想让他到自己家里坐坐。可惜春晓基本上不应约，除了去大哥家，基本就是待在家里。严炳发这边忙活了这么久，终于是忙完了。张玉晴一家子也该回去了。他这回来受到的震撼超过了前面20多年，自然轻生的念头也消失殆尽。2个孩子虽然只在这边待了20多天，但就这20多天已经看出了很大的变化。脸色好了，身上也慢慢开始有了些肉。以前都是他过得太清苦，以后他必定让他们好好的过日子。他手上还有10两方权的抚恤银子，回去以后就再买2亩地，明年开春种上棉花，就能跟严家村的人一样，日子就有盼头了。结果走之前，严炳发又给了他30两银子，说是大山大河还有春晓给他的酬劳。他不肯要。舅舅，我跟孩子在这边白吃白住，表嫂表妹他们每日变着花样的弄吃食，我怎么还能要你们的银子？这银子是万万不能要的。我回去再买2亩地，明年也跟着学种棉花，以后的日子我能过好。拿着吧，哪里是什么白吃白住啊？你跟2个孩子日日去庄子里干活，我们肯定不会让你们做白工。你说的对，回去你的钱呢，留着过日子，用这30两去置地，以后肯定能越过越好。以后我们多来往走动，以前是舅舅疏忽你了，你别在心里怪罪啊。严炳发将钱塞到他手中。你也别一直恨你爹娘，觉得他们不好，就当寻常亲戚处着。严炳发终是叹了口气。唉，毕竟是生养一场嘛。张玉清拿着钱，眼泪落了下来。他看着严家人，最后看向周氏，突然就跪了下来。以后你们就跟我的爹娘一样。周氏忙把他扶了起来。昨日周氏找张玉晴说了许久的话，女人私底下的话就贴心多了。先是吐槽了他的爹娘，接着是数落了他的哥嫂，并明确表示自己不喜他哥嫂的话。张玉晴原本对家里就一肚子的牢骚，如今有人引导，就跟洪水决了堤一样倾泻而出。说着说着，又委屈地哭了一宿。因着严家人对他的好，这场离别便变得格外的不舍。周氏叮嘱他一定要记得多带孩子过来小住，最终严炳发将人送走了。今年棉花收得晚一些，其他的是种不成了。村里许多人都没有种，但是大家也不焦急，大不了来年交税的时候用家里的补就是了，断不能因为别的耽误了明年棉花的耕种。于是大家整地就变得没那么着急，都是今日有空整一点，明日有空整一点。春晓因为家里3个长工，再加上幸福跟美满，地里每日都有人做活，倒是在村里显得最勤快的一家。月底的时候，他跟大河去了镇上，回来的时候果真运了2个大箱子回来。大河刚开始要打开看，春晓没同意，等回了家，将箱子帮他搬进了屋，春晓才打开让他看。这一下可把他看傻眼了，2箱子白花花的银子。春晓，你换这么多的银子回来啊？这有多少啊？这是做梦才能见到的银子吧？他觉得这些银子在发光，难怪在外头不给他看。这在外头若是打开，分分钟要被抢。
也没有多少，这回有1931两。村里人不喜欢银票，之前是没办法，如今这钱换回来了，就给他们换过来好了。二哥，你去村里问问，看他们谁要把银票兑回来的，让他们来换。村里人果然都等着他换银票，发出去的21张银票，除了李正的那张没有换，其余的20张又全部换了回来。若不是凑上月中发的银子，怕是都要不够了。还好这次分成比较给力，只是这样一来，他手上的现银便只有21两了。其余的除了那9张大票子，还有29张小票子，看样子要跟酒楼再换一点碎银子才行了。11月，他挑了一个天气好的日子去了一趟庄子，这回他专门去酒楼换了100两的碎银子。今日去的目的就是给庄子里的伙计发奖金的。这样热闹的事情，淑凤自然也是要跟着去凑热闹。半背篓的碎银子相互撞击，咣咣作响。原来银子的声音是这样的呀！淑凤不由又掀开帘子看了2眼。小财迷。春晓笑，给你的10两不会让你娘给没收了吧？才没有，我说的好好的。我要我娘帮我打个小箱子，日后我的钱啊都自己存起来。我跟我爹说，若是买地也给我买3亩。哟，你这么厉害啊，都学会自己理财了。理什么财，姑姑？我说的是买地。姑姑说的理财的意思是用钱生钱，你买地不就是想用地生钱吗？一个意思。哎，爷爷说啊，如今买地越发的难了，咱村子附近的村里人都在排队呢。今年买地的人格外的多。自然多，都跟你一样想用钱生钱呗，只要不傻都这样。爷爷他们昨日还说你那庄子可以多种棉花，少种粮食。春晓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他原本多种粮食是为了防患未然，如今粮食又卖了大半，跟棉花的收益比起来还是差太远，是得考虑考虑重新批亩。2人一到庄子就把大家召集起来。之前跟你们说过，棉花丰收就给大家发奖金，今日我就来兑现承诺。底下的人满脸欣喜。好了，王世文，按每人3两的份额，让他们上前来领。3两！底下有人惊呼。淑凤在一旁捂嘴笑。大家领银子高兴，王世文发银子也高兴，他自己也领了3两银子。剩下的除了请工人的工钱，多的便放在账面上。是，东家。你们最近除了看着外头的地，有空记得把棉花种子都挑出来。这个还是很费时间的，没关系，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，慢慢挑，这个不用急。他又看了看他们的衣着鞋袜，衣服都是去年才做的，今年还能穿，等过些时候再去布庄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布淘。他又让王时文多买了几种菜种子，多种些菜。今年他就吃了不少庄子种的菜，论种菜还是他们在行。王时文一一应下了。今年村子的景象格外的不同，许多家没有到过年就穿上了新棉衣。严家村因为种棉花挣了大钱的事情，在周边几个村子早就传开了。李正最近是特别忙，时常有外村人过来打听情况。他早就跟村里人提醒过了，管好自己的嘴，不要四处乱说。虽然人人都不承认自己提过，但是他们四处去寻地挣了钱这个事儿，瞒也瞒不住。周边村子的人除了羡慕还是羡慕，特别是周家村的人。收棉花那会儿，庄子里忙不过来，便在村子里请了短工。那密密麻麻的白棉花简直是晃花了他们的眼。后来一车车的拉走，来回运了几10车。就算是再没有常识，这么多也肯定是挣了老多银子的。有许多村民到周兴才家去说相，让他们打听打听这个事儿。毕竟2家曾经是姻亲，就连周家村的李正都旁敲侧击地问过这个事儿，就想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更多的消息。
周家人原本就被徐家女要和离的事情闹得郁闷不已，这下子更是有苦难言。到了11月，天气一日比一日冷，家里早早的就烧起了火炉子。庄子如今就是拔棉花杆子、整地的活儿，没什么需要盯着的。大山跟大河几日才去一次庄子，春晓找到他们，跟他们说卤料这个月底就要用完了，又要买了。原本还想清闲几日，看样子真正能清闲的日子只有12月。买卤料是大事儿，我早去早回。大哥，这回我跟你一起去，家里如今没有什么特别要看着的，我跟你去方便。谁知严炳发站了起来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如今周边的地不好买，我们去县城问问，庄子远一些呀也无妨，只要有人管着就成，顺便再给春晓那边买几头牛回来，他老早就说要多买几头牛啊。爹，那要不要带上天地方圆他们？严炳发点了点头。带上吧，人多好办事儿啊。春晓原本是想让他们从县城买几个人回来，但想着庄子还没有家建，买回来没地方安置，便作罢了。这个事情看样子他还得去找一趟钟师傅。这2天他还得再想想要再圈多少地的院墙，要不干脆凑个整，合为200亩。11月的天，保不准哪天就会下雪。第2日，几人就带着银两出发了。这回春晓给了200两银票给严大山，说若是能多买，那就多买些，不够钱回来再补。严炳发走的第2日，他就去镇上找了钟师傅，可惜钟师傅去了方家村，给那边一户人家修房子去了。他于是又去了布庄，问老板有没有要处理的布。布庄老板对他们母子3人是印象深刻。这位姑娘，我那些布啊都是多少年累积下来的，若是年年有啊，我这个布庄就得亏本了。您不妨看看我们铺子里的新布，今年出了好几个漂亮的新色，回去做衣服可漂亮了。春晓看了看，确实有几个色十分合他的心意，做外衫正好。他问了问价，如今粗布涨到1两2钱银子一匹了，这棉花涨了价，棉布自然就贵了。他选了3匹布买了下来。好久没有逛镇子了，今日难得有空，干脆就好好逛逛。美满就牵着牛车跟在他后面。他去脂粉铺子买了6盒香膏，又买了10盒的防冻防裂膏，买的都是好的，总共花了7两银子。老板一高兴，又送了他2盒防冻膏。临走的时候，他看到铺子里还有洗头膏跟洗澡膏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错过？总是用清水洗，头发如今干枯得很，以前的自己活得真是太糙了。于是他一样各拿了2大瓶子。从脂粉铺子出来，他又去了绣坊买帕子。绣坊这种地方他是第一次进，一进去就有股子桂花香。老板见到他十分热情，知道他要买帕子，忙介绍起来。春晓没有看帕子，却被里面的成衣吸引了。这绣铺的衣服可比自己做的好看多了，衣身上不仅有好看的图文，冬日的棉衣领边袖口还镶有圈边的白毛，穿上身肯定好看。老板，这衣服能不能试啊？姑娘，试自然是可以试，只是这些衣服嘛，价格确实是略高。意思是，若是不打算买，那最好就不要了。其实老板已经说的算是委婉了，他也不怪，往外头叫了美满进来替他守着。老板见来人叫他小姐，知道今日运气好，碰到个能买得起的主，忙替他挑了几套，有冬天的，也有春装，款式看上去都十分的娴雅大方。春晓今日也来了兴致，一套套的试。可惜如今没有穿衣镜，他觉得上身效果不错，穿着又舒服的，就穿出来问美满。美满眼露惊喜，连连点头的，那自然就是好看的。若是有些迟疑的，可能就是不是很好看。老板的话自然是不可信的。
最后试了许多衣服，选了3套冬装，选了4件春衫，主要是被衣服的质地、颜色还有款式吸引，外加2双浅色绣鞋。最后结算，总共7套衣服，花了26两银子，真不是一般的贵呀。他跟老板讲价要25两，老板不肯让价，最后送了他几条好看的帕子跟一个很大的袖带，方便他装下那些衣服，他才作罢。今日高兴，花了银子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他把衣服袋子放进牛车的背篓中，几人又去了集市。2人在集市买了许多的橘子，家里的橘子树今年确实是结果子了，但是结的数量太少，让几个小的摘了2回就没了。他买了1筐子，准备放在家里慢慢吃，又买了半筐子的梨，又去了卖豆腐那家买了10几块的豆腐。后来经过一个摊位就看一看，就这样一路下来，等出集市的时候，车子上都已经放满了。今日也算是逛街逛尽兴了，见实在是没有什么要买的了，这才让美满赶着车回了家。冬日有个矛盾，猫冬是很舒服，但就是天气冷，动手动脚。他想着，若是这过年是在秋日的时候，就太好了。看，这没活做的时候，就是容易做梦。幸福美满收到冻裂糕都高兴不已，竟比得了工钱还要高兴。上回给庄子发钱的时候，春晓同样给了幸福美满1人3两银子，如今又给他们冻裂糕，2人不知道该如何回报，只能做事的时候更殷勤些。春晓看天气好，想试一试昨日买的洗头膏跟洗澡膏，2人便帮忙烧水。这花钱的玩意儿是不一般，还没开始洗，就闻到了一股子桂花香。小姐，好香啊！香没用，要能去油，能洗干净头发最有用。最后洗过之后，他确实觉得头发清爽了不少。看样子这贵的便是好的，确实是有道理的。洗完了头，他又去后院澡房洗澡。出来之后，整个人都香喷喷的，再穿上新买的冬衣，整个人变得不一般了。淑凤来的时候，看到春晓的衣服，眼神夸张。姑姑，你什么时候买的衣服？可太好看了！姑姑，你好香哦！你买了新衣服，又买了香膏，怎么你这香膏的味道与我那个不同啊？我刚洗了澡，用了洗澡膏而已。你个小丫头，就知道说好听的哄姑姑开心。我可没说假话，说的都是大实话。我喜欢你这个衣服，你在哪里买的？我要让我娘也给我买一套。你自己不是有钱吗？还用得着让你娘买？我在镇上绣铺买的，果真好看。很好看。他说得很严肃，表示自己说的都是实话。好啦，你若是喜欢，用不着你娘。改天啊，我们带着舒朵还有盼儿一起去一趟，姑姑给你们1人买1身。淑凤纠结地点了点2根食指。可是娘说不能让姑姑花钱买东西。她有些纠结，不想花姑姑的银子，但是自己的银子又不能动，而且姑姑买的东西都好，要不还是找娘吧。想通了这点，她便笑了起来。不用姑姑你买，我知道地方，我带我娘去买，最好多买几套。这个怕是田氏听了价，能买1套就不错了。2人在院子里坐着晒太阳。今日你找我做什么？奶奶说家里马上要杀猪了，也要抓猪仔了，他们打算以后家里不养猪了，在庄子里头养4头，让我问问你，陆村那边要不要也养几头？要的话他去订猪仔。春晓想想，这个主意不错，只要加盖一个猪圈，那头有人又有那么多的菜地，以后庄子那边也不愁肉吃了。那你跟你奶奶说，让她呀给我也抓4头。姑姑，要不你跟我一起过去吧？你今日穿得这么漂亮，就这么自己待在家里，不出去让别人看看，也太可惜了。哎，你这话呀，可莫让你娘听到，听到了该骂你了。女子呢，最忌招摇，
我穿这样，那是因为我自己喜欢，只是为了取悦我自己，可不是为了让别人夸好看才这样的。日后可记住了。淑凤受教的点点头，姑姑的话她一向是听的。如今家里跟庄子里的鸡都长大了，庄子每日都能收好几百个蛋，春晓他们隔一段时间就能拿回来一些。如今家里早就不用从村里收蛋了，他跟王世文也说过，让他们蛋多的时候记得吃。结果用不完的蛋，王世文都拿到镇上卖了，卖的钱自然是放到了公家的账上，这点春晓是拿他没办法。10号的时候，春晓刚给庄子里送过去几只老母鸡，天下起了雪。严炳发他们已经出去5日了，这天下了雪，也不知道要下几天。他们在外头肯定是越发的不便了，好在身上带的银子不少，应该会照顾好自己。这场雪下得十分大，足足下了4天。院子外头雪差不多积了半人高，院子里头却是见不到雪的踪影。幸福跟美满每日都清理前后院的雪。春晓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雪，所以看着外头白压压的一片，很是有想出去玩一玩的冲动。这个举动却把幸福跟美满2个人吓了一跳。小姐，就别冒险了，这么深的雪，不小心摔进去，人都找不见，爬都爬不起来，多危险呐！你不如看看鸡圈里的鸡，咱草铺得厚，它们都钻草丛里躲着了。您再看牛，如今也喜欢躺在草堆里不动弹。想方设法的想要转移他的注意力。我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做，不然我想到我爹我大哥他们，容易胡思乱想。他们定都好好的。小姐，不若这样吧，我教您编发髻，我会好几种发髻，教了您，您日后出门自己也会了。不用总是简单的将头发绕一圈再后垂这种了。春晓终是放弃了，他只是新奇，并不是傻。雪停后阴了2日，天终于出太阳了。这场大雪整整6、7天的时间才消融。早在下雪的第1天，他们就与酒楼说好了，若是雪大就没办法送货。如今雪化了，他们要开始送货了。周氏过来了，进门前鞋子就全湿了。春晓忙拿了鞋给他换，又拉他到火边坐。娘，可是家里有事儿。说完送货去了，家里没事儿，下了这么多天的雪，来看看你如何。我没事，我好得很。见周氏一脸的愁容，是不是担心爹他们呀？是啊，下了这么大的雪，事儿肯定得拖，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了，何时回也没有定数。我去你二嫂他们那边看过了，你二嫂也是担心得很。咱们也没有办法，只能盼着他们好了。我想着倒是不能急，晚一些就晚一些，反正啊，等路好走了才回来，不然路上更危险。唉，既盼着他们早回，如今又盼着他们不要急着回，真是矛盾。对了，庄子里好些种冬黄豆的人家，黄豆都被压死了。你那庄子不是种了不少的黄豆吗？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了？是啊，这么大的雪，怕是也要压死冻死不少。我等路好走了，就去庄子上看一看。周氏见他无事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自下雪后，长工们就休了假，今日都来上工了。这外头湿哒哒的，也没什么可做的。春晓便让他们回去，说是地干之前不用来了，工钱照算。大家心里高兴，给春晓做工确实是件挺幸运的事儿。其实今年家里都挣了不少钱，他们其实也可以不用这么辛苦挣这个钱。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份工钱挣得自在，家里也不缺他们2个人，于是都默契地选择继续。24日这日一大早，村里严二水家突然来了人，请春晓去家里吃杀猪饭。这还是这2年第一次有人上门请他去吃杀猪饭。他想拒绝，但是人家媳妇儿太过热情，没办法，他就只能去。结果去了发现周氏居然也在，还好不至于那么尴尬。我们这2日也要杀猪，
你们倒是捷足先登了。同村的人走到他们身边。周嫂子、春晓，过2日也请你们赏脸，上家去吃个饭。那赶巧了，我们也是这个意思。周氏好笑。都是一个村的，客气啥？我们家下午也杀猪，难不成要请来请去？大家的心意我们明白，心领了。哎，那可不成啊！你们这二水家都来了，我们家怎么也要去坐坐的。这屠户怎么还没来呀？这猪都等半天了。这日子屠户正是忙的时候，一日要赚好几家，着急个啥？咱先坐在一起说说话。严二水家儿媳在堂屋生了火，大家先过来坐吧，坐着聊。他把春晓跟周氏拉到身边坐下。哎，怎么没有看到炳发兄弟跟大山他们？他们去县城走走，雪前就走了，怕是阻在路上了。你们家呀，如今厉害了。几年前咱们还是一个样，如今你看看这差距。炳发兄弟他们去县城做什么呀？春晓那庄子缺牛，去县城买几头牛回来。